千年黑蛟。这位季公子是行走人间的谪仙啊！谪仙？几个月前，我还只是个加班加到穿越的打工人，而这一切，都得从那座深山说起。这是什么鬼地方？我不是还在公司加班吗？怎么一睁眼就到这种荒山野岭来了？名山大川，江河湖海，妖精鬼怪，仙神灵魔，凡所见者皆可录入，可得法术神通，机缘仙物。大作无用，闭关白费，唯有亲历，方有所获。好家伙，没想到我也有穿越的一天。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这地方想变强，靠的不是比关，是两条腿。别人穿越都得拼命修炼，我边逛边看就能变强，这买卖血赚。妖精鬼怪，仙神灵魔，法术神通，这个世界有点意思。原来公子不是俺青生县人，俺就说你穿的为何如此奇异。是有些奇异，穿皮鞋走山路。公子莫非也是去山灵大王庙的？山灵大王？山灵大王啊，可灵了！俺们县里一猎户上山打猎，遇到大虫，被咬断了腿，人救下来了，却成了废人。他妻儿去庙中求得仙药，吃下后，那条断腿竟奇迹般的又长了出来，跟之前的一模一样。公子，你就说山灵大王神不神，灵不灵？断肢重生是挺神，断肢重生这可不是小神通，这庙里的大王来头不小。你呢，也是去求仙药的？俺娘病了大半年，吃了几十副药都不管用，街里邻居都说只有求得仙药，俺娘就有救。这不，俺把家里仅存的腊肉都带上了。这天快黑了，能赶到吗？还要翻过前边几个山头，今天怕是赶不到喽。前边有座破山庙，可以先将就一晚，明儿一早再上山。公子同路的话，一起走。去年俺娘还能下地干活，今年开春就不行了，躺在炕上就起不来了。俺几乎请遍了青城县的郎中，但都说俺娘不行了，让俺准备后事。俺就不信这个邪。俺娘才52，怎么就不行了？街坊邻居都说俺傻，花那么多冤枉钱，有那钱还不如娶个媳妇儿。俺不要媳妇儿，俺要俺娘。吃药没用，那俺就去求山灵大王，只要能求来仙药，俺娘兴许就能好。公子别嫌弃，就是点粗粮饼子，以前俺娘烙的可好吃了，俺烙的就是有些硬，一直没俺娘的那个味道。多谢，有一口吃的已经万分感谢，怎么会嫌弃？啊！老爷，山神庙到了。扶我下来。
见过二位，在下青城县刘家李管家，陪我家老爷前去山灵大王庙祭拜，一起借宿一晚，叨扰了。不叨扰，不叨扰，俺们也是去拜山灵大王的。你们是去拜山灵大王求仙药的？俺娘病了，怎么都治不好。那你们也算来对了，我们老爷年年都来，那山灵大王庙就是他修的。刘老爷，刘员外，就是他。我家老爷听说今年都120岁了，你看，连路都走不稳了，还非要来。家里的少爷少奶奶劝都劝不动，唉，只好让我们跟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老爷还请了几个外地的镖师跟着。120岁，真是长寿。也不知道同事发现今天我不在，会不会报警？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在哪儿不是活着？大家快醒醒，这雾气不对！咦，刚刚放在这边的点心呢？不会被你偷吃了吧？你放屁！我才没有！那谁知道？闭嘴！大家看看还丢没丢东西？哎，我的鞋怎么不见了？水壶，谁见我的水壶了？我的也不见了。我的竹篓呢？那可是我用来祭拜山灵大王求药的。鬼啊！大家不要怕，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个小鬼？就是，常言上人怕鬼3分，鬼怕人7成。人染鬼气得病，鬼碰阳气魂飞魄散。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儿，我就不信他敢进来。外边宽敞，来外边坐坐。穿越第1天就给我上这种强度，公子，你怎么还吃得下啊？天塌下来也得吃饱了再说。出来呀，外边宽敞。不出来，那我进来喽。山林之精怪，形如小儿，独足相好，喜戏弄路人，常窃人财物，好夜出，为爆竹，破法术，障眼法。去你娘的！赶紧滚！老子跟老爷进山30年，什么鬼东西没见过，还敢偷到我们头上！他娘的，蹦得还挺快！出来搬东西。公子，你走南闯北见识多，刚刚那是个什么东西？山魈。这位公子知道那鬼东西，我们老爷一直叫他独角鬼，知道他怕响，还怕人骂，爆竹越响，骂得越凶，他跑得越快。这已经是我跟着老爷进山祭拜山灵大王遇见的第15、16次了。李管家，你不是跟着进山30年？哈哈，又不是每次都遇到。哈哈哈。公子是外乡人，头一回来这里。头一回，听说山灵大王挺神挺灵，
就想去看看拜拜。拜拜也好，若能得到山灵大王赐药，便能一生无病，乐享晚年。公子，我们先走吧。走吧。求山灵大王救救俺娘！他拉扯俺们三兄弟长大不容易，还未享过一天福。求山灵大王赐药，救救他老人家！只要他病能好，俺牛三就算当牛做马都愿意。人参精得天地精华，人参成精，化为人形，急需可入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行善喜救人。或妙法，玄黄长春诀。俺娘有救了！俺娘有救了！谢大王，谢大王！等俺娘好了，俺年年来拜大王，给大王修庙、塑金身。公子莫非昨晚没休息好，走着走着睡着了？公子，俺娘还等着仙药救命，俺就先赶回去了。多谢了。公子，给，能治病，能长寿。公子不要，这可是好东西，每个来这儿的人都想要。我来这儿并无所求，就是来转转看看。公子是不是也觉着这个没用？那您跟我来。公子，进来，进来。公子，坐，尝尝我收集的露水。可甜了。清甜，带着股草木香。一天前我还在累死累活的加班，一天后竟和成了精的人参坐一桌。你成精多久了？100还是200年，记不清了。反正这庙建了多久，我就成精了多久。你一直在这庙里，就没出去过？虽说成精100年，但感觉就像是个小孩子。哼，隔几天就会有人来上香，我怕我走了，他们就会错过我。你救了多少人？第一次救人还是我刚刚从土里出来的时候，刘全从天上掉了下来。第二次是个采药的，被蛇咬了。第三个是个砍柴的。刘全是不是每年都来？这庙是不是就是他建的？刘全，莫非就是昨晚在山神庙碰见的那个刘员外？公子怎么知道？莫非您真是神仙，能掐会算的那种？我才不是什么神仙。目前来说，他呀，是我救的第一个人，后来每年都来，第2年就给我塑了个泥像，小小的，看角落里的那个就是。他每年来，我都给他跟须子，他说那须子能治病，能长寿，还能让他发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每次来都这么说，每次来都带好多东西，就连这庙都修过好几次。不过那外边的泥像换得越来越不像我，我还是喜欢他第一次给我塑的泥像，所以我就将这泥像保存了下来。往年他早该来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迟。
想起他昨晚上下马车都那么费劲，可能年纪大了，身体扛不住了。唉，他年轻的时候可精神了，爬这山根本不费劲。后来一年比一年慢，这几年都是坐马车让人扶上来的。又有人来了。是他。山灵大王，刘某又来叨扰了。多谢山灵大王。山灵大王，刘某还有一事相求。刘某今年120岁了，活够了，但不想死。前些日子碰见位道长，他说吃了成了精的人参能长生不老。大王，您救了我一辈子，再救我一次行不行？我不想死。他想吃我，他想吃我。大王，就当我对不住您，烧了这庙，逼他出来！老爷，这可是山灵大王啊！哼，不过就是个成了精的人参，这庙还是我修的，烧！就知道你们靠不住。王吊师，动手烧了这庙，只要你们能帮我抓住那人参精，答应的钱财少不了你们的。不过是个妖精，用一只妖精换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值当。弟兄们，动手！大哥说干，那就干！我还在里边呢，看他这失魂落魄的样子，是靠不住了。相见即是缘，那就救你吧。为什么我救了他？那年他摔下悬崖，整个人浑身是血，是我救的他，丢了我大半的须子，差点回到土里。他没钱娶媳妇儿，是我给他的须子卖了换钱，才娶的媳妇儿。他娶媳妇儿生儿子发财，活到120岁都是我。我每年都给他须子，好多年都没有断过。他每次来，我都看着他，听他讲外面的一切。可他为什么要烧我庙？为什么要吃我？世人贪婪，得了千钱想万钱，长命百岁又想长生不老，人呢？我都未曾长生，何来吃了我就能长生？没有，我真的不能长生。老爷，老爷，快，父老爷上马车，下山，下山！公子去哪儿？不知道，闲逛。闲逛是什么？就是到处走走，到处看看。闲逛也是一种修行？算是吧。我能跟着公子吗？怎么，不想在山中待了？我想去外边看看。走吧。今晚恐怕是赶不到山神庙了。公子是要找地方睡觉吗？跟我来，这附近我熟。这边有个山洞，我以前住过，可干净了。干粮给。公子像石头，
没有贡品好吃。你叫什么？山灵大王。没说你名号，本名叫什么？本名是什么？他们就叫我山灵大王，还是刘全给我起的。踏上修行之路，就不再是没有开启灵智的野兽了。什么都可以缺，唯独不能缺了名字。如果不嫌弃，我给你起一个吧。全听公子的。出了刘全这种事，你以后还会不会救人？公子救！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那就叫知白吧，参知白。参知白，参知白，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公子，公子，天亮了。等等，怎么了，公子？你头顶的人参也太显眼了，别刚进城就被人抓走吃了。那怎么办？莫着急，看我的。多谢公子。公子，好多人，好多房子，还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这是什么？糖葫芦。那个呢？糖人。是吃的吗？好好闻。这一刻我才明白什么叫身无分文。给公子。钱啊！公子，买这些要钱吗？你是不是有？钱是不是圆的？中间有个方孔，还有灰色的石头。对对对，在哪儿？庙里。啊！烧了，都烧没了。没事儿，再想办法。虽然可以靠着障眼法弄钱，但我受过9年义务教育，还是干不出这种胡作非为的事。青彭县王家近日宅中闹鬼，夜半作祟，惊扰家眷，不得安宁。今广招贤士能驱鬼者，酬银100两，另送牙具1套。有意者请于布置城东王宅。公子，闹鬼，我们去吗？去。捉鬼不成，蹭顿饭还是可以的。让开！我是来给王家捉鬼的。就你这身儿还捉鬼？我看你是来蹭吃蹭喝的吧？阿弥陀佛，在下弥勒寺志远，特地前来度化冤孽。大师，快请进！凭什么？凭什么他能进，我不能进？人家是大师，你是什么？赶紧滚！别让我们哥几个赶你走。老爷可是嘱咐过，哥几个眼睛都擦亮了。这几天来蹭吃蹭喝的人太多了。知白，以后对外你就说是我的道童，记住了吗？道童是什么？就是跟着道士的小孩子。哦，知道了。那公子是道士？也可以是。在下季风，道号云鹤，前来捉拿鬼怪。在下参知白，道号山灵，跟我家大人前来捉拿鬼怪。两位道长，快请进。在下王家王山海，诸位大师能来，王某感激不尽。待会儿请诸位用饭，吃完了我们再去后院。吃什么饭？先捉鬼！老子倒要看看是什么鬼这么大胆子！嘿嘿，李大哥，有饭不吃白不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捉鬼，不是？有道理。先吃饱，看我不把那小鬼一刀劈了！诸位大师，莫要客气，请动款。
公子，好吃。诸位吃饱喝足，请随我来。就是这儿了。前些日子，我家一个贴身老嬷嬷住在这儿，半夜突然凄厉尖叫。等护卫撞开门赶到时，她已经死了。怎么死的？面色惨白如纸，双目圆睁，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嘴巴大张着。县衙的仵作也来看过，实在查不出伤痕，便说是被生生吓破了胆，吓死的，就这么草草结了案。可此后，每有人夜晚路过这院子外头，都能听见里边有女人在悠悠的哭。诸位大神，只要能除了这几间房的脏东西，100两纹银和那套雅居，王某绝不食言。王员外，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瞧好吧。看老子今晚不一刀劈了那作祟的玩意儿！阿弥陀佛。公子，这里头真有鬼啊！阴气这么重，可能有吧？怎么，你这成精100年的山灵大王也怕鬼？有公子在，我就不怕。你呀，公子，是不是那东西来了？应该是。装神弄鬼，找死！阿弥陀佛！张氏，年19，青城县人士，本嫁与王府家仆为妻，夫病故后，被主家王生海强纳为妾。张氏贞烈不从，竟遭府内管事毒打致死，死后草草被抛尸于乱葬岗，怨气凝结不散，化为厉鬼，为祸人间。孽障！无奈奉青城县神头法旨，特来拿你，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冥顽不灵的孽者，还敢反抗！哼，放肆！当本官与众阴刀是不存在的吗？找死的东西，还敢妄想遁逃！我好累啊！不好，他要自爆鬼门！给我杀！快挡住他！绝不能让他逃脱！爹。你纵有天大冤屈，
若是为了报仇而伤及无辜，便再无轮回之机。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回上仙，他是在说他从没想过要为祸人间。之前死掉的那个老嬷嬷，就是当年亲手打死他的凶手。他逗留此地，只是为了复仇，还请上神高抬贵手，将这可怜的厉鬼交由我阴司发落。他虽身负冤屈，但此刻已被戾气蒙蔽了心智，若是怨气不除，日后必然失控，危害百姓。我阴司可将他押送地府，洗去执念，重新安排他转世投胎。好。多谢上仙出手相助。我等这便先将他押解回城隍庙。上仙若得空，可来庙中奉茶。告辞。道长，您没事儿？猎鬼已经被阴司收走了，以后都不会再来了。真的？那是自然。多谢道长，多谢活神仙救我王家老小一命啊！道长，那100两现银和说好的雅居地契，我这就马上让人给您备妥。汪员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往后无事多去城隍庙里上几清香吧。是，小人再也不敢了。王某死后平生一定多铺桥修路，多行善事，日日去城隍庙中诚心祭拜。季公子，就是这里了。季公子，就是这里了。道长，这套宅子是早年家父随手置下的产业，平日里一直空着没人住。您看这屋里的陈设，皆是上好的紫檀木打造，后院还圈了一小块菜地。您若是平日里想种些灵草蔬菜，也十分便宜。季道长，这是承诺您的100两纹银，这盘里是这座听雨轩的房契和地契，名字已经过户过了，请您收好。诸事皆毕，那王某就不打扰道长清修，先行告退了。公子，咱们以后就常住这儿了。目前来说，确实要暂住一段时日。你去院里转转，看中哪间厢房，以后就是你的地盘了。真软。在现代，为了老板的报表，累死累活熬了好几年，连个厕所的首付都没凑齐。如今穿越到这异世界才短短几天，降服了一只厉鬼。赤白，公子，怎么了？我要去城外走一趟，你去吗？去。公子，你是来找昨晚那个女子的？在我们老家讲究入土为安，人死若暴尸荒野，灵魂永难安息。可是公子，这里这么多坑，哪个才是他的？开！在那。赤白，走吧，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见过公子与小童，二位是刚搬来自的街坊。在下季风，这是我的道童知白。在下姓苏，名文远，字明之，是个读书人。今日尚有急事在身，改日必登门拜访。阴阳法眼，再开。自己随便买套房，邻居居然是文曲星下凡历劫的真大佬。公子，你怎么看呆了？没事，进去吧。你是谁？
在下青城县城环下辖日游巡，见过季公子。鬼差，找我何事？奉城环老爷法旨，特请公子与知白小师傅移步城隍庙中一叙。带路。禀城隍大人，贵客带到。告退。老朽青城县城隍孔家茂，季公子、小师傅，请坐。见过城隍大人。昨夜事出突然，未能与公子深谈，多谢季公子出手定住那怨鬼，免了一场生灵涂炭。城隍客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罢。好香的茶！知白小师傅久仰大名啊！清平县方圆百里出了个能活死人肉白骨的山灵大王，老夫这做城隍的怎会不知？你知道我是人参精，那你怎么不去抓我？你潜心修善，从未害人，老夫抓你做甚？听说昨夜你的庙被人烧了。放火那人已经死了。谁？刘全。他死了。前天夜里暴毙，寿终正寝，享年120岁。因死鬼差去锁魂的时候，他嘴里还死死念叨着求长生。凡人100年犹如浮游一日，即便是老夫这等阴神，香火断绝之日，便是烟消云散之时。跳出3界外，哪有那么容易？老朽有一事不明，公子从何而来？为何老朽查遍县治阴部，竟寻不到公子的一丝根脚？简直就像凭空落入我青城县地一般。季某闲云野鹤，随性云游四海，偶然路过贵之地，并无恶意。果然又是一尊下凡历劫的仙家大能。对了，昨夜那张张氏厉鬼虽受了极刑，举手之劳。城隍大人，这附近可有什么出名的名山大川？江河水府。若说名山，青州境内当属灵剑山最盛，其上剑气冲霄，传闻曾孕育出一柄绝世仙剑。至于水路，青州有通天江与赤河贯穿，通天江水极深，暗流汹涌，水底下不知藏着多少隐秘的水府与大妖。叨扰半日，多谢城隍大人解惑，改日再续。公子，你看那边那个人，他怎么还在这儿？等人呗。等人？他们啊，是把老夫这城隍庙当成了幽会定情之地了。那姑娘是城里王员外家的千金，闺名唤作婉儿。去年上元节花灯会上，两人瞧对了眼。自那以后，每隔几日便以烧香为名来老夫这店里碰头。幽会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对方家里见？大户人家门第私严，这穷酸书生哪进得去门？能隔着人群远远看上一眼，已是冒了天大的风险了。城隍大人，留步。知白，想不想去听听他们在聊什么？想。你怎么又瘦了？有吗？没有的事。偷偷给你带的，我天天在府里吃，早吃腻了，这是专门给你留的，你快吃。傻站着干什么？怎么了？是不是不好吃？没事，特别好吃。好吃就全吃了，下次我还给你带。我爹要把我许配给李家了。哪个李家？城东开粮铺的那个，下个月就过门下聘。苏文远，你带我私奔吧！私奔？能去哪儿？天涯海角去哪儿都行，反正我死也不嫁给李家那个吃
合嫖赌的纨绔。不行，一旦被抓回来，你爹会活活打死你的。我不怕，那你敢不敢娶我？我拿什么娶？我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我不在乎，可我在乎。公子，这书生是不是傻？王姑娘都不怕跟他吃苦，他一个大男人在怕什么？他不是怕，他只是爱得太深，舍不得拉着姑娘落入尘埃，受半点委屈。苏文远，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我不在乎你有钱没钱，也不在乎你考不考得上功名，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好，我带你走，我们远走高飞。有意思了。公子，戏看完了，咱们也该走了。这些香风生灵到底是如何开启灵智成妖的？果然有用，我会在此暂住一段时日，能得多少造化，就看你们自己的悟性了。公子，走。走，走，带你去街头吃热包子。你这老畜生，走啊！李屠夫，你的身标白长了，居然拉不动一头快死的老牛！公子，那边好多人啊，出什么事了？又是老赵家那头老青牛吧？卖了好几回了，每次买家来签，就是死活定在原地不走。唉，那牛为啥要卖啊？跟了老赵头20年了，犁地拉车全指望他。去年冬天牛得了怪病，快死了，老赵头砸锅卖铁请兽医，硬给救了回来。谁成想今年他亲儿子又病倒了，急需钱抓药。说来也是命。先吃。走，去看看。哎呀，谁的银子掉地上了？还得是公子有办法。他娘的，这死畜生犟得很！李屠夫，他认生，你去找老赵头来签吧。老子钱都付了，他就是我的肉。老子杀了一辈子猪羊，还治不了一头老牛。好，还不走是吧？老子今天干脆在这儿把你放血剥皮。老赵头，你来的正好，这畜生不见棺材不掉泪，赶紧给老子牵走。对不住啊，老伙计，小五病得快不行了，大夫说这副药再抓不着人就没了，对不住啊。早这样不就结了，白费老子一身汗。老伙计，下辈子投个好胎。20年前我从集市上把你牵回家，20年后我又亲手把你送上了断头台。我老赵，对不住你。快看，那牛，那老牛哭了。公子，这牛有灵性，它肯定开启灵智了。李师傅，这头牛你多少钱收的？你问这干嘛？青牛落泪，实属罕见。季某想结个善缘，买下它。老赵头5两卖我的，
你若诚心想要，6两银子，你牵走。好。公子，钱货两熟。不过这牛倔得很，您能不能牵得走，就看您自己的本事了。这年轻人谁啊？心挺善啊！你没认出来？这就是前几日帮王家大院除掉厉鬼的高人，据说是个有大神通的神仙人物。我知道你已开窍通灵，但你无门无派，不懂吐纳之法。若就这么浑浑噩噩下去，想修出个结果，无异于痴人说梦。想修道化形，就跟我走。若你放不下尘缘，想回去陪老招头了此残生，我也不拦你。路你自己选。神了，真不拽绳子就乖乖跟着走了。多谢公子大救，多谢恩公大救。小青牛，快进来呀！别怕，我也是妖，不过我道行深，早就化形了。看我干什么？我是正儿八经的人。进来吧，这几天你就先卧在那棵桃树下歇歇。至于草料，我晚点去集市给你订一些。公子，我也去。走，但切记，不可出声惊动旁人。没问题。小青牛，你不能去，你蹄子太重，走起路来动静太大了。公子，那王家姑娘好像还没来。她来了，不过来的可不止她一个。王婉、王学海，还真是有缘。文远，快跑啊！就是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酸书生，也敢勾引我王学海的女儿私奔？给我打！好好给他个教训！别打了，爹爹，我求你别打他了！把这不孝女给我拉回府去！爹爹，从小到大，您让我学琴，我便学琴；让我足不出户，我便大门不出。我知道李家有钱有势，您逼我嫁进去是为了我好。可是，只有和他在一起，女儿才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我才觉得开心啊！开心？开心能当饭吃，能当金银使？女儿不知道能不能当饭吃，但若不能与他长相厮守，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你这不知廉耻的混账话！王伯父，我知道我现在穷困潦倒，但我对婉儿是真心的。真心？你拿什么护他周全？哼，你个穷酸秀才，连自己都快饿死了。伯父，您给我1年时间。1年？明年春未，我定赴京赶考。若能金榜题名，我便光明正大来贵府提亲。若是名落孙山呢？
若他不中，我也嫁他。放肆！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孽障？你就非他不嫁！非他不嫁。把小姐给我强行绑回去，把这穷酸书生打断腿、扭送县衙，让县令重判。王员外，别来无恙啊！季道长，您怎么会在此处？季某正是为他的事而来。道长，这是我王家的私事，您这外人插手，恐怕……王员外看不上苏公子，无非是嫌他如今只是个落魄书生。可王员外有没有想过，万一他明年高中了状元呢？伯父，我苏文远对天起誓，明年春闱若不能高中状元，我今后绝不再踏进青山县半步。若侥幸高中，我必用8抬大轿来迎娶婉儿。不过区1年时间，若他真能高中，王家便是状元丈人，光宗耀祖；若他不中，到时候你再将令爱另许人家，也未尝不可。王员外是个聪明人，这笔买卖不亏吧？都起来吧。1年，老夫就给你1年时间。若你敢食言，多谢伯父成全，小婿定不负所望，定用8抬大轿迎娶婉儿。哼，大话少说，看你造化！带小姐回府，回去安分待着，别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蠢事了。文远，我等你来娶我。一定。季公子，再造之恩，苏文远此生结草衔环，没齿难忘。开玩笑，这可是文曲星下凡历劫，真受了他这个大礼，怕是会折寿。老城隍，你怎么也在这儿？见过城隍。见过季公子，知白小师傅。还是公子这般自在好啊！行走人间，遇见不平之事，便能随意现身拔刀相助。老城隍，那你刚才明明都在旁边看着，为什么不出手帮他？帮不了，我是阴司之神，掌的是死人生死，管不了活人命数。他命里该有一场穷困潦倒，我不能凭空给他金银；他命里该受这顿毒打，我也不能替他去扛。但公子不一样，您是以活人肉身行于这天地间，自然管得了活人的事。城隍大人言重了，在下不过是多嘴说了几句公道话罢了。公子那几句话重若千钧，已足够逆天改命，重写这2人的一生了。老城隍，你当年还是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过？志白，不可放肆！对不起啊，老城隍，我多嘴了。无妨，谁年轻的时候还没个刻骨铭心喜欢过的人呢？那都是老夫受封城隍之前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啊，也像这苏文远一样，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苦书生。只不过我心悦的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而是隔壁卖豆腐家的丫头。然后呢？你们在一起了吗？然后我就死了，她嫁给了别人。那年我进京赶考，刚出城没多远，便撞见通天江决都，洪水如猛兽般扑来。我拼了命地跑回县里敲锣通知大家撤离，又挨个去附近几个村子喊人，但洪水来得实在太快了，一个浪头拍下来。等我再睁开眼，便发现自己已身在庙宇之中，受着百姓上香，被塑了这尊城隍金身。
那后来呢？我死的那年，她才18岁，正是最美的年纪。我舍不得她守活寡，便狠下心托梦给她，告诉她我已经死了，让她千万别再等我了。她醒来后，抱着我的牌位哭了整整3天3夜。后来在家人的逼迫下，嫁给了城西一个杀猪的屠夫。她后来过得也算安稳，生了1儿1女，享年70，算是寿终正寝。而且她每年逢年过节都会来这城隍庙里上一炷香。她寿终正寝的那一夜，是我亲自去黄泉路口接的她。她看见是我，愣了好半天，然后她笑了。她看着我说：“死鬼，早知道死后能见到你，我当年就该早点死的。”小友莫哭，都过去几百年了，她早就喝了孟婆汤，入了轮回，开启新的一生了。老城隍，那你看着她嫁给别人难过吗？说不难过那是骗鬼的，但人鬼殊途，阴阳两隔，我们都只能往前看。那些年，我每年都能在庙里远远见她一面，能护佑她一生平安，老夫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您今夜才会一直默住着苏文远和王姑娘。您想帮，却碍于阴司天条，不能插手活人因果。老夫看着他们俩抵死相护的模样，就想起了当年。若是当年那场洪水我没死，也许……天快亮了，因死不便久留，老夫得回去了。季公子，今夜这桩成全之恩，替那年轻人多谢了。小青牛，你要赶紧努力修炼化形啊！这人世间有趣的事儿可太多了，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来了来了，谁啊？请问季公子起身了吗？见过季公子。今日凌晨之时，苏某特来叩谢公子救命与成全之恩。本该前几日就来拜访公子，奈何被些琐事耽搁了，还望公子海言。苏某家境贫寒，备了点粗陋小礼，万望公子不要嫌弃。苏秀才太见外了，相见即是缘分，何必破费买如此贵重的东西？坐。桃下卧青牛，池中游锦鲤。公子不愧是修行高人，连这落脚之处都布置得如此清幽雅致。凑合住罢了。你也是本地人，当知道这原本是王家的产业，死过人闹过鬼的。公子是外乡人，闲云野鹤，四处云游，走到哪儿算哪儿罢了。公子倒是扫脱不羁。苏某也是命好，能在绝境中遇见公子这般人物。公子，苏某有一事盘桓心头许久，想请公子指点迷津。你说，公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觉得这世道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好世道？怎么突然问起这个？这些年我悬梁刺股，读了满肚子的圣贤书，但越读越觉得心惊胆战，因为书里的那些煌煌大理，和我在眼前这世道看到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书上教导，为官者当清廉如水，两袖清风。可咱们县的那位王县令呢？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共来。他那是明码标价，一桩人命案子起步300两雪花银。那些遭了冤狱的穷苦百姓，连海渊的名媛谷都摸不到边。书上说朝廷取士唯才是举，可公子您去看看那考场，能安安稳稳坐在里面提笔的，哪一个家里不是有钱有势的乡绅子弟？像我这样出身寒微的书生，若不是今日得公子相助，我连赴京赶考的路费都凑不起。有时候我真的在问自己，读这些粉饰太平的圣贤书到底有什么用？那你觉得书上写的和你眼前亲眼看到的
本账最大的不点是什么？书上写的是冷冰冰的道理，而眼前看到的是活生生玉性难填的人。一针见血，继续说。书上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实际上呢？那城东王员外家丢了一条看门狗，半个县衙的捕快都能被使唤出去满城搜捕。而城西乡下老农家里，唯一用来活命的耕牛被偷了，去县衙报官，却连个做笔录的文书都没有。书上还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笑！那王县令的小舅子当街把人打成了残废，连衙门的大门都没进，随便扔了几两碎银子便草草了事，连半句重话都没挨。我读《礼记》，上面赫然写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天下根本就是他们那极少数有钱有势之人的天下。你说的都没错，你说的就是这世道血淋淋的真相。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读的那些圣贤书，当初是写给谁看的？几千年来，圣贤著书里说，本意是教化万民，开太平盛世。但到了如今的朝堂，这些书却只剩下一个作用：科考的敲门砖。你读书是为了科考做官，但当真穿上那身官服后，你是照着书上的道理办事，还是照着官场里的潜规则同流合污？那我寒窗苦读这10几年，究竟还有什么用？因为你和那种人不一样，他读书求的是升官发财，鱼肉相连；你读书求的是兼济天下，改变这吃人的世道。改变世道，公子太绝我了。仅凭我苏文远一介穷酸书生，何其艰难！一个人当然不行，那就10个、100个、10000个。你需要做的，就是让你读过的那些道理开始悄然复燃，真正种进更多人的心里。我，对，聚萤火之光，可与日月争辉。你在学堂里教那些萌童，他们长大后，有的去种田，有去做买卖，也许还会有人做官。只要有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只要有人还在按你教的道理去做事，这世道就不算烂透。原来如此，公子，我悟了。以往我总觉得只有考取功名才能施展抱负，现在我明白了，教化万民不必非要穿上那身官服。是这个理。但是公子，明年春逼我还是会去考，不仅是为了婉儿，更是因为只有站得足够高，我说的话才会有更多人听，哪怕最后撞得头破血流。公子一席话，胜读10年书。你与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别人只会教训我，嘲笑我，或者劝我向世俗低头认命。只有您是将这世间的道理劈碎了揉烂了，摆在我面前让我自己选。苏某受教了，时辰不早，学堂还有课，我得先走了。听公子的语气，不日又要云游四海了。公子真是洒脱，不像我，长这么大，连青城县的城门都没迈出去过。放心，你很快就会走出去的。去京城，去更高、更远的地方。承公子吉言。公子，他以后真的能考上状元吗？能？笑话！堂堂文曲星下凡历劫，要是连个凡间的科考又过不了，那漫天神珠的脸面往哪儿搁？志白，去拿2个碗来。好嘞。前世在纸质厂摸爬滚打，喝酒球全是为了应酬求生，高浓度的酒精入后，犹如吞咽刀片，只剩痛苦。师叔，就下面这穷乡便引破县城，能有什么身负仙根的天才？闭嘴！下山前你师尊是如何交代的？天下之大，藏龙卧虎，
修道之人最忌妄自尊大，再敢胡言乱语，即刻给我滚回山里必死关！师叔，弟子知错了。来者何人？竟敢擅闯我青石县上空！在下灵剑山外门长老周德安。奉掌门之命，入凡尘招收仙苗，惊扰了城隍爷，还望海涵。原来是灵剑山的周长老，好说。不过阴阳两界的规矩，周长安想必是懂的，这是自然。灵剑山的名门正派作风，本官还是信得过的。不过老朽多嘴提醒一句，仙凡有别，长老入城行事，切莫滥用术法，惊扰了城中百姓安宁。城隍爷放心，周某自有分寸。放行。师叔，刚才那就是城隍爷啊！那帮人身上好重的阴气，怪瘆人的。引易容术，师叔，咱们又不是做贼，何必如此？入凡尘寻觅仙苗，最忌沾染不必要的凡俗因果。你也赶紧变换容貌。师叔，有发现？好纯粹的灵根，这趟青城县总算没白来。你们找谁？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狗蛋。狗蛋好啊，贱名好养活。你看你旁边这位大哥哥，他上山前也叫狗蛋。那他现在还叫狗蛋吗？不叫啦，他师尊给他赐了道号，叫季安。狗蛋，你爹娘在家吗？能不能带叔叔去你家一趟？狗蛋，火急火燎的干什么去？过些日子你爹娘送你来学堂，看我不打你手心。苏先生，对不起，是有两个奇怪的叔叔要找我爹娘。这两个生面孔，步伐轻盈，呼吸满长，怎么瞧着不像普通百姓？这穷书生身上怎么隐隐有一股连我都看不透的浩然之气？这青凤县还真是藏龙卧虎。娘，有人找。两位大爷是？大嫂不必惊慌，我们路过此地，见令郎根骨齐家，身负难得的灵性，想与你们细谈一番。请。家里寒酸，连点茶叶毛子都找不出，两位先喝口井水解水渴。孩子他爹呢？怎么不见人？当家的去城地里翻土了，算算时辰也该回来了。这是咋回事？当家的，这两位是专程来找咱们家狗儿的。你们找我家狗到底啥事儿？化水为酒，莫非是神仙手段？在下灵剑山长老，此次下山是来寻找有仙根的弟子，而狗蛋身负仙根，何事修行？修仙？跟我们走，入了灵剑山，从此修仙问道，叩问长生。不行，狗儿还小，不能跟你们走。跟你们走能吃饱饭吗？能。能读书识字吗？能。会不会死？修仙之路道途艰难，
我不能保证他不会死。我就说不能去，万一出了什么……行了，别哭了，这或许是狗儿的机缘。两位能不能给我们1晚上的时间商量，也好跟孩子告个别？应该的，我们明日再来。你也是这么大被带入山的，想不想回去看看？师父说过，踏入仙途，便要了却凡尘，再无牵挂。那你可知为什么要了却凡尘，再无牵挂？弟子不知，请师叔指点。了却凡尘不是心狠，也非冷漠，而是红尘牵挂最乱道心。亲情、爱情、执念皆是结束，皆是因果。一动情，便生牵挂。不断尘缘，难斩心魔；不抛俗念，难正大道。舍凡尘，方能见长生；悟得大道，才能正道成仙。弟子谨记。师叔，有妖气。2道妖气，一道极淡，一道却十分庞大。青城县城王香火登盛，理应发现了这2只妖，为何没出手捉拿？好东西，若是抓回去炼丹，师傅肯定高兴。你是谁？为何闯入我的院子？你知道吗？他是妖，我是来捉妖的。我知道他是妖，可他做错什么了吗？妖，他是妖，妖就该捉。莫非是修仙之人？没长辈跟来吗？任由个孩子胡闹。吉安，退下，不得无礼。这位道友，在下灵剑山长老周德安，这是我的师侄季安，刚刚多有冒犯，还望见谅。他刚刚空舞击飞捆妖绳，毫无法力外露，而且站在他面前，我总感觉他能看透我的一切。季风，这神经是季道友养的？不是养的，是朋友。我从未想过将他据为己有，他是一路同行的朋友。世间与妖为友的仙人不在少数，我灵剑山也有几只成了精的仙鹤，不足为奇。今日之事是我失职莽撞了，我这师侄年轻气盛，做事冲动，事后我会教训他。这是一瓶草木丹，有助于精怪提升道行，全当是赔罪了。这老道不知底细，贸然出手，怕是得交代在这儿。不如暂且收下。季道友是散修，季道友给我的感觉和凡人无异，但刚刚那一手控物精准利落，十分了得。道友的道行怕是远在我之上。祭道月后，我灵剑南开山收徒，届时会有各路仙友前来观礼论道，山中弟子也会比试仙法。道友若是有空，可来我灵剑南做客。老城隍曾说灵剑山是青州灵气最盛之地，我本就准备去看看，倒是巧了。行，到时候去看看。这是我灵剑山的信物，道友只需将灵力注入血茧，它便会指引方向。到了山门，出示血茧，自会有人掩影。多谢。那就不便打扰姬道友休息了。1个月后，我在山门恭候道友大驾。师叔，那可是100年的神经。闭嘴！师叔，那人是什么来头？怎么感觉像个凡人？不知道，但凡人不可能有那样的本事。此人深不可测，我们最好不要再招惹他。他要来灵剑山，咱们就好好招待，争取结个善缘。
还有，我之前进城时就跟你说过，这世间之大，每个地方都会卧龙藏虎。我等修道之人，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需谨言慎行。你还是忘了，随意出手，差点惹怒季道友。回去后，自己去找你师父领罚。知道了，师叔。空了，也好，再喝也要醉了。公子，天怎么快黑了？公子，这是什么？有人要抓你，这是赔礼，说是可以提升妖族的道行。有人要抓我，我怎么不记得？以后别喝酒，被人抓去炼丹都不知道。知道了，公子。想不想知道是谁要抓你？想。那我带你去见他。公子，这是什么？地图。地图？就是怎么去灵间剑山的地图，相距300多里，带着知白和老青牛步行，1天10几里，算下来得20多天。也罢，在青城县待了一段日子了，该去其他地方转转了。收拾东西，我们过2天出门。好嘞，公子。公子怎么样？像个蘑菇。季公子，快请进。季公子，坐。不知道公子要来，没提前准备，家里也没什么能招待的。您先喝口水，我等会儿出去买点。不必了，我今天过来是有事麻烦你。公子请说。我要出去一趟。去哪儿？北边灵界山。公子去多久？不知道，可能不回来了。那公子今天来是？我的那个院子里有几条锦鲤，还有一棵桃花树。我走了之后，没人照看，想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帮我喂喂鱼，浇浇树。就这事儿，公子放心，包在我身上。正好我每日去学堂，路过公子门口，早晚各去一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这是喂鱼的钱，鱼食去街口那家铺子买，掌柜的知道。公子，这点小事不用钱。你现在也不宽裕，明年春运还要进京赶考，拿着。多谢公子。季公子，公子，不知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天下没有不散的盐湖，有缘自会相见。和公子交谈总是受益匪浅，受教了。还好有你，不然这些东西我一个人可背不动。公子，我收拾好了。公子，我的包袱能放小青牛背上吗？你问他。小青牛，我的东西也放你背上呗，草木丹分你一颗。谢谢你，小青牛，给。好了，出发。走了。
多谢相送，你们不必谢我。能抓住机缘是你们的本事，还望努力修炼，早日得到。也罢，再帮你们一次。见过孔城隍。季公子，公子这是又要去游历？听闻灵剑山开山收徒，过去凑个热闹。灵剑山，青州第一名山，是该去转转。老城隍，今日过来除了道别，还有件事想麻烦你。公子请讲。我那个院子叫听雨轩，里头有棵桃花树，还有几条锦鲤。我今天走的时候，它们跃出水面，抖落桃花，像是在送我，怕是快成精了。公子院内的桃花和那几条锦鲤，手下阴司早就注意到了，他们也给我汇报过。很久之前，他们还只不过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桃树和几尾锦鲤。公子入住之后，怕是给了他们机缘吧？我想请老城隍帮个忙。他们若是成了精，没有祸害青山县，希望老城隍手下留情。若是他们犯了错，捉拿他们也不必你我。公子放心，只要他们不害人，本官不会动他们。若是他们犯了错，本官也会依照规矩办事。多谢公子客气了。他们受过公子的熏陶，想必也不会为祸人间，或许会成为一方祥瑞。希望如此。季道长，城隍庙里供奉了城隍，不就这个样子？爹，怎么了？爹，没事，我们进庙上香。琪儿，爹，那个苏文远，苏文远就是那个穷酸书生，怎么能叫人家穷酸书生呢？以后多接济接济他，将府中的孩子都送去他的学堂，你也多和他走动走动。爹，您不是看不上他，不同意他跟妹妹。说不定他真的能高中状元。出了青城县，一路向北，这儿有个庄子，就在这儿留宿一夜。公子，这些人好奇怪啊！是挺奇怪。怎么了，公子？他丢了魂魄。又是山魈，不，这阵势不对。快进来！快进来！
们是外乡人？你们不该进来的，进来容易，想出去可就难喽。老人家，这庄子是怎么回事？3个月前，庄子里忽然起了雾，一开始大家没当回事，以为是山里的雾气，后来发现不对了，这雾竟然不散了，还越聚越浓。有人试着往外走，但走进雾里就不见了。还有几个胆大的结伴往外闯，3个进去了，只回来了1个，回来的那个已经不成人样，就是刚刚你们看见的那个人活着，魂儿没了。随后就有人说庄口的土地神给他托梦，说不要出砖子就没事，所以现在家家户户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日子短还行，日子长了，不说了。你们今晚就住我这儿吧，外头不能待。我那老婆子死了好几年了，儿子儿媳妇在外头做工回不来，就我一个人，空着也是空着。等着雾散了，你们再离去。多谢老人家。好酒，我还是年轻那会儿在清车县做工的时候尝过半杯这酒，还是那个味道。公子1碗就够。再喝来心了，老朽就先睡了。嘘。高家庄土地公何在？能否现身一见？土地公掌一方水土，佑一方安宁。凡有村落，其位虽微，其责却重，得百姓香火，受人间共用。土地虽小，亦神也。或法术土遁。小神高家庄土地高福安拜见上仙。在下一介散修，土地公不必多礼。求上仙救救我高家庄。这怪物到底是什么？王扰。我听说过魑魅魍魉，本以为是4种精怪，没想到这是1只，还有这化物的神通。此魍魉乃山川阴浊之气聚而成形，化而为物，吞人魂魄修炼。3个月前来到高家庄，准备吞了庄子里所有人的魂魄。我拼了老命，用土地本源撑起一道法光，才将他挡在外边。为了防止庄子里的人出去，我又给几个人托梦，让他们这段时间不要出庄。这法光，你撑了3个月？是啊，整整3个月，一天都没有歇过。那你为什么不找清廷县县筹帮忙？上仙有所不知，这魍魉用阴浊之气压着我，我根本出不了高家庄，就连托梦都托不出去，只能这么硬撑着。原来如此，魍魉屏蔽了高家庄的气息，难怪老城隍没发现这里的异常。可我的法力微薄，也撑不了多久了。上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等我法力耗尽，这高家庄几十口子人，怕都要被魍魉吞去魂魄。我去看看，这魍魉究竟是何方神圣。上仙，使不得呀！那魍魉在外头守了3个月，就等着有人出去，你这不是正中他的下怀？没事，若是不敌，我再退回来。我有巨神潜将大神通在身，刚刚又获得土遁，降服魍魉难说，但逃命不在话下。上仙，等等我！妖孽，还不出来一见！
吞了你的魂魄，我的道行又能更进一步。别装神弄鬼，现出原形！三昧真火来的正是时候。你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比那些凡人强多了。定！巨神，你是谁？三昧真火，你怎么还会三昧真火？你知道的还挺多。你为祸人间，吞人魂魄，留你不得。去！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会居神前境？三昧真火这种天杀！好你个网僚，竟然想金蝉脱壳！王良，你困我3个月，今日也让你尝尝被困的滋味。上仙，快！国法皆为界，像隔壁里门楣，国法之欲求非夜游寻何在？城隍大人，属下在。高家庄方向有异动，速去查看。遵命。几次施展巨神和控制三昧真火，现在的身体还是有些吃力。多谢上仙替天行道，除掉这害人的王僚。没事，困了，我先回去睡觉了。季公子，您为何在这儿？熬力至此，遇到王两围庄。具体的你问土地公，我先回去了。恭送上仙，恭送季公子。高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此事说来话长。原来如此，多亏了季公子。是啊，叶游寻，你们也认得季上仙？季公子当初在青衡县就曾出手相助过，捉拿了厉鬼，而且季公子和城隍大人交情匪浅。这样啊。天快亮了，我得回去将这事禀报给城隍大人。你恐怕过2天也需要来青山县一趟。那是自然。3个月了，终于能睡个安稳觉喽。着火了！我们要不要出去灭火？别忘了，现在庄子外都是那怪物。你们说，是不是有高人路过替我们烧了那怪物？不知道啊，你要不出去看看？算了，还是不要打扰高人做法。我们明天不就知道了？咦，公子呢？公子，你回来了。出去解了个手。我可不想有人给我开宗立庙，回来时用了障眼法隐去身形，免得被庄里人发现。
公子，好事，好事啊！那吃人魂魄的怪物散了，外边能看见太阳了。也不知是哪位高人出手，散去了那雾，真是我们高家庄的大恩人呐！老人家，多谢招待，我们就先走了。公子一路顺风。这公子真是贵人，刚来1天，这怪物就散了。咦，公子，一个白胡子老头在看我们。走了。现在我有了土遁，不到几日就能到达灵剑山，但为了赶路忘了看沿途的风景，就得不偿失了。公子，好漂亮啊！走，我们去赏花。不是桃花，是梅花。现在是4月，梅花应该早谢了，这里却开得正艳。来都来了，哪有不去看看的道理？莫非里边住着一位梅花仙人？公子，他……续上艮下剑卦，鸿渐于陆，夫征不复。不对，不对！梅花妖，梅树成精，化为女子，性喜清静，常居深山，善卜卦，能知吉凶。其卦象灵验，然非有缘者不得见。梅花妖者，草木之精，不伤人，不害物。只与清风明月为伴，或妙法梅花6仪。梅花妖，也是。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独自坐在道观里？你们也是来算卦的？公子，坐。心里想着你要问的事，然后掷6次。问什么事呢？那就问问我自己。为什么会穿越到这个世界？公子再掷1次。公子你，好奇怪，公子你这卦象我从未见过，你好像没有卦。老城隍看不出，善卜卦的梅花妖也算不出，是因为我不是这方天地的生灵。还是有人替我遮掩了天机？没问题啊，难道是我算错了？算了不算了，你陪我聊聊天吧。想不通，那就不想了。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何必为难自己呢？我叫梅青，在下季风。这是你养的人参精。我叫知柏。这也是你养的？并不是我养的，是一路同行的朋友。朋友？朋友太吵，我还是喜欢一个人。那就你一个人一直在这个道观里？算是每天给人卜卦，但山中时常只有我一个人。有时候几天不来一个人，有时候1个月也不来一个。来的人都是心里有事的人，求财的、求子的、求官运的。算完了，他们就走了，我又是一个人。不过一个人挺好的，赏赏花，看看月。你在这儿多久了？不记得了，很久了。但你是第一个我算不出卦的人。算不出也好，一切都有可能。山上清清，难得有人来。你们要是不着急赶路的话，就在这儿歇一晚吧。你在算什么？没什么，习惯了，随便支支。你给自己算过卦吗？没有。为什么？
不敢，我怕卦象出来是个凶。我在这山上待了很久，久到记不清年月。来算卦的人，有喜有忧，有吉有忧凶。我见过太多的凶卦，那些人得知自己的生死，有的哭，有的骂，有的求我逆天改命，可我改不了。卦象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根本改不了。你说，我要是给自己算一卦，算出来是凶，我该怎么办？那就不补。不补？既然知道了会难受，不知道反而过得安生，那就不补。公子倒是想得开。不是想得开，是有些事想也想不明白。与其费那个劲，不如不想。公子说话倒有意思。我开启灵芝那天，也是这么个夜晚，满山的梅花都开了，月光照在上面，像是铺了层霜。其实，我是梅花妖。我知道。你不怕我？你又不害我性命，又不贪图我阳气，我怕你什么？公子不但说话有意思，人似乎也有意思。我有时在想，我开启灵芝是为了什么？给人算卦，看花开花落，好像都行，又好像都不开心。公子呢，是个读书人。就一闲云野鹤，云游四方。云游四方，图什么？不图什么，就是到处转转，看一看，看看山，看看水，看看人，看看四季。或许看完了就明白了。明白什么？还没看到那一步，等明白了再告诉你。好，等到那个时候，公子一定要告诉我。那人参知白一直跟着你？没有，前不久才遇见，那会儿他还叫山灵大王。你们倒是缘分不浅。山一程，水一程，有个伴也好。后来又有了老青牛。公子，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去灵剑山，听说灵剑山收徒，过去凑凑热闹。灵剑山。不早了，我先睡了。今天有人会来卜卦。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算的，但也算得不准。昨天就没算到你们的到来。梅花大师在关内吗？见过梅花大师。这位才是梅花大师，我只是过路人。大师，我想求一卦。你想算什么？算姻缘。你要娶的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什么意思？离上错下，起卦。你心里那个人，他心里没有你。你要娶的是另一个人。我早该知道，我早该知道！公子，你想帮他？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争取，唯独爱情不行。那他过得好吗？他很好，他和他未来的夫君是彼此相爱的。人为什么总是要带着答案来问呢？因为不敢信，想找个人说出来，
好让自己死心。他算之前我就看出来了，他眼睛里没有喜色，只有不甘心。他大老远的来，就是为了听我说一句，不是他。可他走的时候又问了一句，他过得好吗？他还是放不下呀。放不下又得不到，人真是奇怪。我们也该走了。这么快？吵闹一晚，已是打扰。也是，公子还要去灵剑山，路上小心。多谢留宿，后会有期。季公子，这个给你。这几枚铜钱跟了姑娘那么久，给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几枚铜钱应该跟着你。他们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一直是死物。但昨天你治过后，他们好像不一样了。这或许是他们的机缘，又或许公子需要他们。我也会梅花六爻，包裹里的铜板肯定不如这3枚使着顺手。多谢。不用谢，或许是他们应该谢谢你。公子，那个姐姐一个人住在山上，不孤独吗？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同，有人住在闹市，有人与清风明月相伴。咦，公子，梅花山呢？小青牛，你看得见吗？公子，我眼花了。没有。那梅花山呢？梅花罐呢？梅花姐姐呢？有缘还会再见的。往灵芝县走有2条路，一条翻山越岭绕远路，另一条顺着清河汇入通天江，走水路，正好领略通天江的江景。我们去坐船。老人家，这儿有船去临江县吗？有，每天1趟，大船，中午到，下午走。你呀，来得正好，船应该马上到。船票多少钱？让不让带牛？让带，50文一个人，牛的话25文。谢谢老人家。这牛上船加25文，牛船后头别挡道。老牛，去后边。这牛成精了，听得懂人话。还有没有人去临江县？等一个时辰，过时不候。公子，这是江，通天江，好宽啊！公子这是准备去哪儿？临江县。是去做买卖？闲逛。你呢？听闻有位老画家，画的画栩栩如生，我这不准备去买1两幅。您说的可是顾老画师？怎么，你见过？见是见不到了，听倒是听过。这话怎么说？你们还不知道，顾老画师已经死了。怎么可能？老画师死了，我这趟岂不是买不着画了？这位客官，别动手，您听我慢慢给您道来。原来，临阳县有一位老画师，姓顾，人称顾痴，他画了一辈子的画，不娶妻，不生子，不交朋友，把自己所有的银子都花在了买纸笔颜料上。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在临江县的一块石壁上画了一幅画，画完最后一笔，将手中的笔一扔，大喊3句：“成了，成了！我终于成了！”然后就死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最神的是，半夜有人路过那石壁，听到画里有水声，还有美人在画里动。那石壁就在城南的一座石山上，你们若是不信，自己去看。哼！若是敢诓我，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但见不见得到那奇异场景，就看你们的缘分了。公子，我们要去看看吗？城南，进城时刚好顺路，可以去看看。又下大雨了，都进船舱去！丁，此龙为通天江机神，龙者临入之长，能幽能明。通天江神掌一江风雨，佑两岸百姓。此龙同体银白，乃龙中异种，修行于千年，功德深厚，获神通腾云驾雾。一个凡人模样青年，身边跟着一只化形人参精，他竟能看破我的行云布雨。江两岸的凡人，没一个能看得见我。这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未曾见过？啊！有人落水了，快救人！不行，外面风浪太大了，别出去，小心也掉下去。起！小李，你没事吧？真是神了，被浪拍下去，又被浪拍了上来，一定是江神大人保佑。这次下船，我一定去江神庙拜拜。公子，那人没事了，舒服。公子，美酒可否赏我一碗？这淡淡的龙气和雨水香，自然是通天江江神本尊。当然可以。伙计，有瓷碗吗？来2个。客官，有的。果然是美酒。公子，刚才多谢了。不必多谢。在下姓敖，单名一个渊字。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季风。公子是修道之人。在下是这通天江的江神，公子能看见的在下，想必不是凡俗人俗之辈。刚刚在下分神，呼风过大，害得那船工落水，幸亏公子出手相救，不然就是在下的失职了。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对于公子是举手之劳，对那人是救命之恩，对于在下也是免了一场因果。公子这是去哪儿？灵剑山。灵剑山那可是好地方，算算时间，今年也该到灵剑山开山收徒的日子了。公子是去拜入灵剑山的？不是，就是去转转。也是，以公子的道行，想必应该是去论道的。我还想着我与灵剑山掌门有几分交情，可以给公子引荐引荐，但现在看来不用了。行，那就祝公子一路顺风，到了灵剑山，替再向灵剑山掌门问个好。公子，那人不见了。通天江，江水自北向南贯穿青州临县。这次记录竟然残缺不全，看样子想记录全通天江，还得去一趟它的源头，最后看它汇入那片海才行。临漳县到了，各位客官请下船，欢迎各位下次再坐我家的船。各位，别忘了去看那幅顾老画师的画，就在进城后往城南走半炷香，有一处石山，那画就在石壁上，稀罕得很，看了保证你不后悔。哼，我倒要看是否真像你说的那番神奇。公子，我们呢？也去看看。什么会动的画？美人呢？哼，骗人的吧？就是，害我白跑一趟。走吧，走吧。就是一幅画的挺好的山水画，等再见到那伙计，敢争有份，我非得揍他一顿。
在下季风，能否入画一游？公子，你看。公子，请进。公子，不要怕，画中的主人在邀请我们进去。公子，我们这是在那幅画中。你们来了。画中精灵，乃丹青妙笔所画，其形随画意，其性于画师。画不毁，则灵不灭，可纳须弥于季子，藏天地于尺幅。或妙法，即子纳须弥。在下季风，见过姑娘。我叫阿唐，这两位是？这位叫知白，那位还未化形，所以尚未取名，叫他青牛便可。给精怪取名本身就是一场大机缘，等老青牛机缘到了再取也不迟。难得有客人前来，到茅草屋中喝杯茶。是不是很甜？坐吧，喝杯茶。我们喝就行，他还未化形，没那个口福。公子，好喝。姐姐，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位老画家画的。老画师真厉害，什么都会画。是个空军佬。他掉了多久了？自从化成那天就一直在掉，从来没有鱼上钩。那他为什么还在掉？因为顾老画师画的就是他坐在那里，但没有画鱼上钩，所以他永远钓不到鱼。他们不觉得无聊吗？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重复一局棋。老画师在画画的时候，就只画了这一局棋，所以他们也只会这一局。赢的人永远高兴，输的人永远叹气。这画里，只有你一个人有灵。什么？他能说话吗？他只会坐在那里钓鱼，一直不理我。那个洗衣服的呢？没有。下棋的这两位老者呢？他们眼中只有棋局。顾老画师终究是凡人，他画得出这方天地，画得出山，画出水，画得出人，但他画不出魂。只有你有了魂，有了灵韵。也不全都会画，那座山他就不会画，画了几十遍，改了几十遍，最后就成了那个样子。而且他也不会画星星，试了很多次都画不好，最后索性就不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成那一天，我就忽然能走了，能说话了，能想事情了。可我想了也没用，我根本出不去。还惊动了画外的人，来看画的人越来越多。我不想别人看到自己，后来我就不动了。直到遇见了公子。你想出去？想，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公子，这是……多谢公子。不用谢，能不能成，就看你的造化了。待的时间不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公子，你们要走了吗？
公子，这个给你，希望他能常伴公子左右。多谢。公子帮我，我送点谢礼，应该的。阿唐姐姐，再见！再见。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客官几位2位，还有他牛。牛拴后院吧，后院有槽，还有上好的草料。客官吃点什么？公子，咱们好久没好好吃一顿了。客官，您的菜来喽！这是红烧鱼、酱肘子、烩三珍。鸡汤比较费功夫，您稍等片刻。好吃。看，客官，您还有什么吩咐？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我们这儿的美酒可多了，有云殿春、月白江、松鸡、鹿，有吞山河、醉千峰、忘忧醉，还有百花春酿青梅煮酒。客官，您要哪种？那就百花春酿吧，打1壶。好嘞，百花春酿1壶。10两，客官，您这吃饭加打酒用不了这么多。饭钱2两，一坛酒2两，一共4两。酒装葫芦里装满就行。客官，就算用您这个葫芦，也装不了10两啊。没事，你尽管装满葫芦就行。客官，您确定？客官，您拿着葫芦打酒？怎么，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但客官，咱们可事先说好，酒打满了，您可不能不认账。10两银子，概不退款。你只管装，装满这个葫芦，这10两银子就是你的。但装不满，这银子可不能给你。客官爽快，那就这么定了。公子，那个掌柜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真是邪了门了！一坛居然没有装满，再搬1坛纯酿来。再搬2坛。这葫芦也太能装了吧！装满了，那我们也该走了。多谢掌柜的亲自打酒。这葫芦真能装，装了4坛百花春酿，你看见没有？4坛，整整4坛啊！刚刚那位公子什么来头？怕不是个神仙吧？这葫芦真能装，装了4坛百花春酿，你看见没有？4坛，整整4坛啊！刚刚那位公子什么来头？怕不是个神仙吧？掌柜的，你又没亏，1坛酒2两，4坛酒8两，加上饭钱，一共10两。公子，这葫芦怎么能装那么多酒？解子纳须弥，将葫芦炼制成法宝，内有一方天地，用来装酒正好。公子，啥是芥子纳须弥？就是很小的东西，可以装很多东西。就像阿谭姐姐那幅画，差不多。那公子以后就不怕没酒喝了。等有时间，给你们2个也炼制个小法宝，将东西放进去。多谢公子。灵剑山开山收徒还有多半个月，从临江县到石川县，
走水路不过4、5天，早到了也是等着，不如在临江县住上几天。一来领略江边烟火气，二来歇歇脚。先找个客栈住几天。听公子的。客官住店，住3天，要个安静点的房间。2楼靠后院有间房，十分安静，一晚上50文，3天150文。客官，您要不要先去看看，再订房也不迟。好。就这间了。好的，客官您稍等。公子，您这牛养得真好，眸色真亮。公子，好香啊！客官还没吃晚饭吧？我炒了下了面，尝尝。这都不好意思啊，谢谢。多少钱？我付你。不要钱，我自个儿做的，客官不嫌弃就好。多谢老人家。你们快吃，面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这公子。客官起得早啊！老人家早。老人家，这附近哪能租到船？我想去江上转转。出门往东走，有个小渡口，那儿有乌篷船出租，1天30文钱。你可以找老钱头，他就住在渡口边上，童叟不欺。多谢老人家。公子早，老人家早。这小船真可爱。老人家，租条船。 1天30文，押金200文。3005分，你回来后，我将押金和多余的钱退给你。行。就这条，船上有炉子，有渔网，想钓鱼自己弄，傍晚前回来就行。那是自然。公子，这能钓到鱼吗？这叫愿者上钩。公子，鱼上钩了。公子，这是什么鱼？不知道，但看样子应该能吃。行。 是你，季公子，我们又见面了。见过江神。公子真是好缘分，竟能钓到这水之精。怎么，这鱼很难钓吗？这水之精可遇而不可求，就连我这通天江的江神，也仅见过1次。是吗？我家公子用1杆芦苇就钓到了。 芦苇，季公子仙法真是玄妙，小手段而已。敖江神认得这鱼，这鱼称之为水之精，乃水中精气所化，不仅能增加道行，主要是
那味道极其鲜美，吃过一次便终生难忘。不瞒公子说，我正是闻着这味儿过来的。坐，一起尝尝。那老龙我也就不客气了。好吃吗？就是这个味儿，300年前吃过一次，想了300年啊！好，公子吃太快，没尝出味儿。给，慢点吃。谢公子不是去灵剑山了吗？怎么在这儿钓起了鱼？不急，这不还早。也是。季公子，你这葫芦莫非是个宝贝？怎么好像久道不完？葫芦是一个朋友送的，季某用了点小手段炼制而成。内有乾坤，这可不是小手段哦。公子莫非身上的神仙下凡？不是，就一闲云野鹤。闲云野鹤，好一个闲云野鹤！季公子，你说我们第2次相遇，算不算就是朋友了？算。我修行千年，见过的人妖神不少，但像公子这样的，还是头一回见。不争不抢，不紧不慢，随遇而安，有一身的神通，却看着像个凡人。人也好，仙也罢，最重要的是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公子说得好。季兄，我还需为青州布一场雨，就先走了。季兄，今天这水之精我吃了大半，改日请你吃龙宫家宴。哈哈，那我可倒要尝尝。再来会。这敖兄倒是厚道，知道我们没有吃饱，送来这大鱼。走吧，回去吃。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打，此乐何极？老人家，还船。哟，公子好本事，居然能钓到这么大的鱼！大概有几十斤吧，随手一钓就上来了。公子，这是你的押金，还有多余的钱，一共320文。多谢。公子，客栈不是在这边？有点迷路。公子，你这是哪儿来的鱼？江里钓的，老人家能不能帮忙做一下？哎呀，这么大的鱼，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见，这能做好几道菜了，清蒸、红烧、炖汤，鱼尾还能炸着吃。您老看着做就行，我们一起吃。好嘞，您稍等。让我先尝尝您老的手艺。好吃，好吃，好吃，那公子就多吃点儿。老人家，你也动筷。好，好，好。劳烦问下，去石贴县的船何时开？客官，那边那艘双层大船便是。公子，这次要做多久？5、6天吧。哦。师傅，
怎么了？你看，这么大的风，船应该晃的，可它现在一点都不晃，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下拖着。师傅，您老眼睛花了吧？要不您歇会儿，我来。多谢护送，也替我向你们家江神道谢。公子，这天快黑了，你这是要去哪儿？灵剑山。公子莫不是去求仙问道的？听闻灵剑山是青州第一名山，所以想一睹风采。灵剑山确实峰峦雄伟，但现在天色已晚，前面几十里没有人家。公子要是不嫌弃，跟我们去村里歇一晚，明天再去赶山路不迟。那就打扰了。不打扰，走，我们村离这儿不远。莫不是被小鬼缠了身？公子，这就是我家，今晚就在这儿住。永旺哥，你回来了，这是？过路的公子，天黑了，在咱家住一晚，快进来吧。收拾收拾，今晚做顿好的。公子别嫌弃。多谢。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公子怎么知道？看你额头发黑，而且整个人无精打采的。就前几天，我上山打猎，追一只野兔，跑远了，跑到一片从没去过的地方，那里有座老坟，石碑倒了，坟头也塌了一边，我没在意，绕着走了。可自那以后，每晚睡觉都睡不踏实，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喘不过来气，但又醒不来。白天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你闯进的那片坟地，知道埋的是谁吗？不知道，那坟看着有些年头了，没人管。这是汉子惊扰了对方，被孤魂野鬼缠上了。你家有纸笔吗？有，我家儿子读书，家中有笔墨。不知道公子要他们干什么？你去取笔墨纸砚来。妙笔生花，记录文曲星苏文远获得的神通，正好一用。公子，这是门神，神桃玉兽，你去将它们贴到门上。这能管用？贴门上，小鬼就不敢进来了。好，媳妇儿，你先弄点浆糊过来。好的，永旺哥，你要浆糊干啥？公子，没什么好东西，将就吃。
是什么？只是个孤魂野鬼，不必理会。还真是管用，多谢公子画的门神。不必客气，你今天还去打猎？今天不进山了，村中有人办喜宴，过去帮忙。公子若是不着急赶路，留下来喝杯喜酒。还未吃过这个世界的酒席，沾沾喜气也好。行，沾沾这喜气。那公子先洗漱，我让我媳妇儿做点早饭。吃了早饭，我们再过去。李叔，这位是季公子，快请进，快请进。季公子，失敬失敬，快请上座。喜莲呐，那可是我请石屏县的大先生写的，怎么能丢呢？快找找！没有啊，要不再写一联？你会吗？大字都11个，还写喜莲，那怎么办？可是要写喜莲。季公子，公子会写喜莲。吃了喜酒，送副喜莲，就当答谢主家的招待了。那可真要谢谢季公子了。来人，快拿笔墨纸砚来，只要喜签，莫要松墨。季公子，给笔。多谢，恭喜恭喜。好字啊！开宴喽！季公子，今天多谢您来参加我的喜宴，还给我写喜联，我敬你一杯。恭喜新郎官，早生快子啊！多谢季公子祝福。公子，山路险峻，路上小心。多谢招待。公子是神仙。公子也是去寻找灵剑山的。灵剑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收徒大典。这怎么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我寻灵剑山100年，也不见三门他们却主动邀请你。你们说，咱们要是真的进了灵剑山，学了仙法，会做？我要学一身本事，斩妖除魔，做一个人人敬仰的盖世英雄。我要做个神仙，听说神仙高高在上，无忧无虑。你呢，知画？我要打破世俗对女子的偏见，让世间再无人敢轻看女儿身。你父亲给你起名杨之画，就是希望你倩秀织女红，学琴棋书画，深居闺中。你可倒好，非要跟我们出来舞刀弄枪，求仙问道。你再说我打你！你呢，小乞丐？我才不是什么小乞丐。等我拜入灵剑山，学了仙法，一定会御剑成风，踏遍青山万里，追云逐月不知疲倦。我会问道于野，抚琴山巅，听松涛与剑共鸣。你这小乞丐整的还挺好。你呢，公子？我没有你们那远大的理想，我只想长生，看遍世间繁华。长生？我们这是到了，怎么不见传说中的仙鹤，也不见山门？可这就是灵剑山啊！障眼法，这迷雾之后才是真正的灵剑山。
凡人若攀登这外面的孤峰，注定一无所获。寻仙之路还真是艰难啊！公子，知画，走吧，我们登山。哎，知画，你怎么去那里了？小心迷路！拜访仙门，总得体面些。公子，公子，是兀子吗？当心！公子，小青牛！别乱跑。公子，这雾有点奇怪。这迷雾是做阵法，擅闯人家仙门不礼貌，还是发个信。可是季风，季公子。正是在下。在下云清，家师周德安。师父在准备收徒大典，走不开，特意安排弟子前来迎接公子。有劳了。山门距此还远，还需飞行1炷香的时间。云来，公子，请跟我来。公子，这是神仙住的地方吗？这才是一座小小的灵剑山，那天外天之上的天庭，又该是怎么的雄伟？季公子，前面便是我灵剑山的山门了。过了山门，才算真正到了灵剑山。这位是……他叫姜岩，是来山上求仙的。求仙？那为什么跪在这儿？他没有仙根，师父说，没有仙根修不了仙，让他早日下山。可他就是不走，跪了快1个月了。要不是师父让我每日给他送饭，他早就饿死了。我师父见他跪了那么久，心软了。但没有办法，没有仙根就无法修仙，在山门内待着也只是浪费时间，不如早点下山去。享人生100年。穿着锦袍，肯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为何如此执着？他从哪儿来？我听师父说，他原本是京城的大户人家，家里做药材生意，有钱有势。后来偶然得到一株天地灵药，但不知怎么的消息泄露了出去，来了个魔头，把他全家……匹夫无罪，怀璧其诉。姜岩不在家，才躲过一劫。他打听到我们灵剑山最近开山收徒，就从京城一路走了过来，上千多里，他走了3个多月，好不容易到了灵剑山，却因为没有仙根，入不了门。季公子，我们进山门吧。好。公子，好舒服啊！山海万灵路有载，这是蛟龙，性阴狠，难怪有股子腥味儿，和敖渊那条真龙比差远了。季公子，那位是碧波潭的玄灵蛟仙长，道行深厚，但是脾气不太好。师父说没事不要招惹他。公子，这里是紫藤院，面朝东方，黎明能看到晨光。季公子可否满意？不满意的话，我再给您换个庭院。不必，这里就可以了。好的，季公子，茶具都在屋内，要是缺什么，公子尽管随时吩咐。多谢。公子客气了，师父说公子是贵客，一定要招待好。替我谢过你家师傅。这几日，
我们就只能在迎仙峰上走动。不用的，公子和诸位仙长是贵宾，只要不做对我们灵剑山不利的事，哪里都可以去。不能去的地方，自有阵法禁制挡着。这些地方，希望公子不要硬闯。那是自然。3日后就是我山门的收徒大典，公子可以来主峰观礼。知道了。云清，季公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回季公子，给那个江岩送饭。他还在那儿跪着。饭盒给我吧，我去送。季公子，这怎么？季公子是贵客，这不合适。哪有合不合适的？我正想去见见这个少年，饭我顺路就带过去。那麻烦公子了。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公子，他好可怜。多谢公子送饭。昨天的那个仙师呢？他有事，所以我来送。你也是灵剑山的仙师？不是。你叫江岩。你怎么知道的？云清告诉我的，就是天天给你送饭的那个仙师。你跪了多久了？32天。灵剑山还是不收你？他们说我没有仙根。既然没有仙根，那你为什么还跪在这里？我没有地方去了，还有我想报仇。我家原本在京城，是做药材生意的。当我跑回家中，满院子都是血，我爹、我娘、我妹妹，还有管家、丫鬟护佑，几10口人都死了，还一把火将府邸给烧了。我甚至连他们的尸首都拉不出来。后来我报官，才知道那是个魔头，官府根本不敢管他，甚至劝我不要去招惹那个魔头。可我怎能不管这灭族之仇？我四处打听，听到灵剑山开山收徒，我就来了。我在路上就发血誓，必手刃此魔头。我从京城到青州走了3个多月，路上被偷过、抢过、打过，最后身无分文，饿了啃树皮，渴了喝溪水，冬天的时候差点冻死在路边。我都没有倒下，我以为到了灵剑山一切都会好起来，可灵剑山的仙师却告诉我没有仙根，就无法修仙。他们让我下山去，忘了仇恨，想人生100年。公子，没有仙根，真的就不能修仙？我确实不懂修仙，连仙根是什么都不清楚。可看着他这双布满血丝的眼，我不能曾掐断他最后的一丝希望。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大道50，天眼49，遁去其一。大道50，一直跪在这里，是等不到那一线机会的。公子，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出自《周易》中的一段话，意思是天道定数有极致，却永远留着一丝变数，一线生机，从不把路堵死。那意思是江岩没有仙根也能修道喽？或许吧。公子，这是什么声音？钟声，应该是灵剑山的收徒大典要开始了。那我们赶紧过去吧。
云清，季公子，你这是又去给江岩送饭？今天不是收徒大典吗？后边还有山内师兄弟比试仙法，我怕没时间，就提前去给他送饭。但怎么了？他不见了，地上只有2个深深的膝盖印。他走了吧？不应该啊，他都跪了那么久。他说不定忽然想通了呢。可能吧。公子这是要去参加收徒大典，那我带公子过去吧。好。老夫灵剑山掌门，道号苍恒。今日灵剑山开山收徒，多谢各路仙友远道而来，共襄盛举。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掌门客气了。灵剑山收徒，我等自当前来观礼。恭喜苍恒真人，恭喜灵剑山。掌门，收徒大典该开始了，那就请各位仙友观礼。灵剑堂收徒大典现在开始。以为会有整整间上万人试选，没想到只有11个。看来有仙根的人确实稀少。你们能站到这里，说明你们有仙根，但这只是开始。求仙问道不是享福，想要成仙就要吃苦，要耐得住修行的寂寞。修行路上有风有雨，有坎有劫，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到最后，会死，而且死得很惨。现在如果有人想退出，还来得及，下山去过原版你们的生活，娶妻生子，耕田读书，同样是一辈子。有人要下山吗？那个发抖的小孩居然是青城县的狗蛋，还有中间那个女子和她旁边的破衣少年，居然也走出了迷雾。好，既然没有人退出，那现在开始拜师，请掌门、诸位长老挑选弟子。知画那孩子你早就看上了，你先选吧。多谢掌门。杨之化，我乃灵剑山长老妙红衣，你可愿拜入我门下？弟子愿意。起来吧，以后你就是我门下弟子了。接下来谁选？掌门，我来。狗蛋，见过师傅。起来吧，以后拜入我门下就不能叫狗蛋了，我给你取个道号，叫守清吧。守一身清明，护一颗道心，不染尘浊。多谢师傅赐名。你过来。拜见师傅。香消，你掌门，你知道的，我一个人闲惯了，哪里会带徒弟？这不是耽误他吗？你呀，掌门，这次你也要收徒？本来不打算再收徒，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里有人与我有缘。你可愿拜入我门下？弟子居元白，拜见师父。起来吧，你们不必沮丧，还有些长老和前辈在闭关修行，你们先随其他弟子修行，等那些长老和前辈闭关完，再让你们拜师。是。恭喜苍恒真人，恭喜诸位长老收下如此天资聪慧的弟子。哈哈哈哈！灵剑山后继有人啊！公子，不就是个弟子，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人来观礼？
大概就是告诉别人，这弟子以后就是我灵剑山的人，是我的徒弟。诸位仙友以后行走世间，遇见了，给个面子，照拂一二，不要欺负。也是告诉弟子，你入了山门，拜我为师，从今以后，无论你走到哪里，背后都站着灵剑山和为师。就像公子护着我和小青牛一样。差不多。季公子实在对不住，您来我灵剑峰，本该我亲自招待公子的，可这收徒大典的事儿太多了，一直走不开，让季公子您一个人在迎仙峰住了几天，失礼了。周长老客气了，云清招待的很周到。云清那孩子的确不错，入门10年，做事踏实，修行也刻苦。季公子，这是守清，我刚收的弟子，您应该认识。是你，那位住在雅宫中的公子？正是我，你可要跟着你师父好好修行啊！公子是否记得当时和我一起的那位弟子？当然记得。这位就是他的师父袁正阳。袁长老为人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季安因为对小友出手，回来后就被他师父关到了思过崖思过，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还想见见那个季安呢，这下怕是见不到了。灵剑山弟子仙法比试现在开始，点到为止，不得伤人。弟子谨记。这位是妙红衣长老的大弟子，名叫段子红，修道100年。看他不过20来岁，竟已修道100年，那周德安、妙红衣岂不是修道300-400年了？真是一群老怪物。虽然才修道100年，但一手流云剑法已经得到了妙老奥的真传。流云剑法，流云剑法以云气流转、虚实相生为宗，其手可引动云生素物，快则穿云簇月。绝杀云锤9月，势大力沉，云气凝微。妙长老100年前就凭这套剑法，在大关的仙道会上连赢9场，一战成名。见过师姐。师姐道行深厚，剑法精妙，师弟甘拜下风。段子同这孩子的流云剑法已经得了你7、8分真传了，那招云开剑月用得极好。掌门过奖了，跟着我100年了，也应该有所收获。多谢师兄手下留情。云清这套剑法不错，和段子彤相比还差得远。这套落叶剑法，他出剑的时候肩膀太紧不够松，还有那步伐看着灵动，实则破绽百出。遇到真正有道行的仙友，一推就倒。季公子，是不是觉得这些弟子的小打小闹没意思？看了几场，确实有点。那公子跟我来，这边请。去哪儿？弟子比试也就练练手，真正有意思的在演武场。
前来观礼的有一些道行比较深的仙友，总不能让他们看弟子间的小打小闹。每次都会安排论道，就在五峰的演武场上。今天论道的双方，一方是绝情崖的仙友修无情道，一方是红尘宗的仙友修有情道。这两家论了上千年了，谁也没说服谁。每次论道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仙友先请论道。哎，上次是我红尘宗先论，这次理应仙友先论。还是仙友先行开言吧。我绝情崖修士守心灭欲，最耐得住枯坐，听便知道向来从容。仙友此言差矣。我红尘宗修士历世感心，常尽七情六欲，论静心持变，反而更胜一筹，自是仙友仙术大道。公子，他们怎么都不说话呀？论道已经开始了，我怎么不知道？你细细看，慢慢悟。论道的确已经开始了，从他们坐在那儿就开始了。守清，你也细细看，慢慢悟。是师父。那道友请讲，还是道友先？历来无情崖道友立论，皆以七情为枷锁，六欲为心魔，说修香斩情断念，空寂本心，并绝红尘牵绊，方合天地不仁之大道。凡生情动心者，尽是旁门邪道，难登仙途。可是这般道理？正是此理。天地本无心，大道本无情。众生妄生贪嗔痴爱，自困樊笼。心随情动，道随心乱。灭尽俗世诗情，剥离皮囊执念，心同死灰，性和太虚，才是御风踏道的唯一正途。尔等红尘宗偏要以身摄情，以心感欲，本末倒置罢了。有趣的很。我红尘宗也曾依仙有无情之法，枯坐闭关，断念绝爱。可既守百年，道心僵滞不前，空有定定躯壳，全无通透生机。此法终究狭隘，难通大道。巧了，我绝情崖也曾入世历练，学尔等沾染红尘爱恨，到头来道心纷扰紊乱，执念丛生，修行倒退千里，实在是荒诞不清，不值一提。道友这一句不值一提，未免太过轻慢了吧？哼哼，是老夫失言，换一句，不堪雕琢，难成道气便是。哼哼，仙友既然这般看不上我红尘宗的道，不如手上见真章，正合我意。原来如此，以理不服人，那就以力服人。哼，有趣，有趣。公子，他们打起来了。无情侠仙友自诩灭欲合道，怎的一身寒气道韵？哼，连我红尘宗点温柔情思都破不开，道心未免太不坚了吧？红尘宗徒有温情假象，满口入心正道，实则心随俗念，摇摆不定。你看你周身情运早已被我季风牵制，还要嘴硬，当真要我寒霜封禁你的红尘痴念？一派胡言！我道运自在本心，何曾被牵制？有本事便彻底封断我的情念，让我看看有情道是不是真的不堪一击！拭目以待，即刻便叫你情丝寸断，道心难存。怎么，斩不断我的情丝，灭不了我的道念？莫不是无情道本就虚有其表？仙友尽管放手施法，我红尘宗心藏万情，无惧寒霜侵袭。可笑至极！尔等所谓有情正道，不过是纵容私欲沉沦，靠多造唇舌乱我静定道心。旁门左道也就罢了，竟如此阴鬼扰心，当真是卑劣不堪。哼，仙友此言如我道统，当心言语伤道，引入心结天法哦。你这老匹夫竟勾动天师玩心结算计！论道正道，本就是心神道心全方位比拼。
几道心结雷，便乱了你无情道定本心。可见你斩情未尽，灭欲不彻，修的哪门子无情大道哦？不如来我红尘宗历世100年，打磨心性，我必然成全仙友。情枯造灭，万念归尽。今日便让尔等红尘宗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无情道。寂灭道风，风尽红尘万情，绝情崖弟子，随我会道聚力，封绝世间痴念。红尘宗仙友，好生守住你的情道，守不住便就此沉沦，永归寂无。公子，他们打得好凶。大道相争，亦是如此，谁也不服谁。两派仙友论道至此，已见高下，再斗下去，怕是要伤了和气。苍恒掌门说的是，今日论道算平手如何？平手，老夫不认。道友不认，那就改日再论，反正日子还长。又没分出胜负，谁说不是呢？都论了上千年了，哪次分出过胜负？各有各的道理吧，也是修道嘛，适合自己的才是对的。公子，你说他们的大道谁的对？都对。都对。适合他们的就是对的。那公子修的是什么道？我修什么道？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玄黄长春诀是妙法，不是道；障眼法聚神遣将，三昧真火腾云驾雾，这些都是法术神通，也不是道。我总不能说这些都是记录妖妖精鬼怪获得来的吧？我没修什么道。那公子怎么会那么多法术神通？大概是看得多了。看得多了？山看得多了，就知道山势怎么走；水看得多了，就知道水怎么流。道也是一样，看得多了，自然就懂了。哦，所以公子让我慢慢看，细细悟。有道行的人，谁不是活了几百年，见过无数山水，能悟出神通的却寥寥无几。可他说的好像不是看，而是见，见山见水见人见自己。修心，这位季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头？灵剑山，其剑道之精髓，在于后面没了，最后一句没有写出来。公子，那里边是什么？不知道。那我们为什么不进去看看？有禁止，说明我们不能进。那残缺的最后一句，我隐隐觉得就在这禁止后面。周长长老，叨扰了。季公子，稀客呀，不叨扰，不叨扰。守清，你去后院将刚刚我传授给你的剑法再练一遍。是，师父。公子这段日子在山上住的可好？很好，不过比起住的，灵剑山的风景更好。这段日子，我和知白老青牛将你们灵剑山能去的地方
都逛了一遍。公子是说将我们灵剑山所有峰都逛了一遍？剑峰、竹峰、松峰、石峰，都去了。别人来求仙论道，这位倒好，把灵剑山当风景逛了。莫非真是个逍遥仙人？周长长老，我有一事请教。公子请讲。我在灵剑山深处闲逛时，遇到一处禁制，想问问长老，那是什么地方？公子莫非闯了进去？刚来时，云清就告诉过我，不能去的地方，自有禁制，我自然不会硬闯。那是我灵剑山的宝地。宝地？名曰万剑冢。我灵剑山开宗立派之前，这灵剑山就已经在这儿了。听闻上古时期有一位剑仙在此悟道，悟了1000年，终成大道，飞升仙界。他所悟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万剑冢。后来，我灵剑山的历代祖师、长老、弟子，在羽化或飞升之前，都会将自己以往的派剑送入谷中，为未来的弟子留下一份仙缘。而且我们灵剑山还会收集天下名剑送入谷中，1000年积攒下来，谷中已有上万柄剑。我能否进去？当然可以。万剑冢虽然是我灵剑山的宝地，但并非不让其他人进，但有一条规矩。什么规矩？就是进去后只能取1柄剑，多1柄都不行。明白了，我只是想进去转转，取不取剑都可以。万剑冢每10年开启一次，为的是让新收的弟子进去，挑选一把本命剑，也让新剑入冢。过几天剑冢开启，公子可以跟着一起进去。多谢周长长老。公子客气了。周长长，是你？你家公子可在？在的，在的。周长老，请进。周长老，季公子，今日万剑冢开启。明白了。公子，我们去哪儿？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的有禁制的地方？记得。我们就是去那儿，叫万剑中。万剑中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剑？足有上万吧。赤白刚入世不久，让周长老见笑了。没有，季公子真是平易近人呐。是碧波潭的那条玄灵蛟，他也要进去。公子说的是那蛟龙。这蛟龙每次我灵剑山开山收徒，他都来，但来了以后，既不去观礼，又不去论道，只等万剑中开启，进去挑宝剑。为什么？我也纳闷儿，来了10几次了，但每次进去都有空着手出来。没挑到。我也问过苍衡掌门，掌门说万剑场内可能运了1柄仙剑。仙剑？当年灵剑真人在此悟道飞升，残留了一丝剑意，那剑意附着在1柄剑上。经过1000年，那丝剑意逐渐有了灵韵，成了1柄仙剑。那蛟龙就是冲着这柄仙剑来的。蛟龙性阴狠，好吞噬，常兴风作浪，为祸一方。他要仙剑干什么？公子可知道蛟龙走蛟？
略知一二。蛟龙修行到一定境界，想再突破，就需顺江入海，才能化为真龙。但一旦走蛟，必伴狂风暴雨、山洪爆发、河水暴涨，一路下来，决堤沉船、淹田冲村，不知道要造多少孽，必引天劫劫杀。而且青州境内2条大江大河，通天江有江神，赤河有河伯，这2位都是修行1000年的正神，道行深厚，他们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蛟龙兴风作浪。这蛟龙是想用仙剑开路。是，有仙剑在手，他走蛟时可以镇压风浪，减少灾祸，也能震慑江神和河伯，让他们不敢轻易出手阻拦。既然得知剑种中有仙剑，你们为什么不拿？公子说笑了，我们也曾进去找过，但那仙剑早已有灵，自会挑选主人。这也是为什么这蛟龙进去几十次，次次都空手而归。见过掌门，见过掌门和各位长老。这次进剑州的人都齐了吧？回掌门，齐了。那就开禁制，让他们进去。是，掌门。剑中开了，万剑中的规矩我只说一遍：进去之后，每人只能取1柄剑，多取者，剑中禁制自会发动，轻则被剑意所伤，重则……你们进去之后，不要贪心，跟着心走，挑一柄最适合自己的剑，不要强求自己，去选最强的剑。人会选剑，剑也会选人，强求不得，明白了吗？知道了，周长长老，知道了，师傅。诸位仙友，请。多谢。诸位仙友，我先行一步，祝各位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的剑。知画，我们也走吧。公子，我们呢？还未见过如此场景，走，我们也去看看。公子，好多剑。是好多剑。手青，见过季公子。看上这把剑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看上他了，就是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公子，他好像在唤我。那你试试拔出来。公子，这石壁太高了，我够不着。你再试试。多谢公子，多谢公子。不必那么客气，既然他选择了你，那你以后可要爱惜他。会的，公子，一定会的。公子，这不刚进来，这里这么多剑，他为什么不多挑挑？志白，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公子，什么故事啊？从前有个村子，村外有一片麦田，麦田很大，麦穗很多。村里的老人对一群孩子说，谁能从麦田里摘下最大的那株麦穗，谁就是最聪明的人。然后呢？一个孩童走进麦田，看见一株麦穗，觉得很大，想摘，但一想前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就没有摘。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一株比刚才的那株还大，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想法，前边还有更大的。他走啊走，最后走到了麦田的尽头，发现最大的那株麦穗他已经错过了，手里一株麦穗都没有。那他不是白走了？是啊，另一个小孩也走进了麦田中，看见一株麦穗，觉得不错，就摘了。也不管后面有没有更大的麦穗，拿着这就出了麦田。你说，这2个人，谁更聪明？第二个，因为他摘到了麦穗。对，第一个想找到最大的，到头来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第二个找到了，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他找到了自己觉得不错的，拿着就走了。有的时候不是越挑越好，而是找到了就定了。
公子，我知道了。走吧。这柄剑叫破尘，是师父当年从万剑朝里带出来的。他用了上百年，后边有了更合适的剑，就将这柄剑又送了回来，留给有缘人。师父说过，这柄剑性子烈，不服输。他用这柄剑的时候，打遍大关无敌手。这声音是妙红衣长老的大弟子段子潼，也是杨之化的大师姐。可这柄剑也挑，送回剑储100年，来来往往多少人，没一个能拔动他的。就连当年的我都没有拔出来。小师妹，师父说你性子很像他，你试试能不能拔出他。小师妹，要不还是算了，我知道还有几柄剑适合你。小师妹，你莫要强行拔出，小心禁制剑气。师妹小心！公子，给我出来！这剑不服输，你也不服输，两个倒是碰一起了。破尘。公子，这个人跟我一样。你呢？还没选好？没有，看了好多，但都看不顺眼。你想要什么样的？我要长剑，还是短剑好点，剑身要好看。啊，公子，请稍等。就是它了。公子之前问我想要什么样的，那时我想要长的，想要短的，想要剑身好看的。可见到它，我就觉得它最好看。不再看看，说不定后边还有更好的。就是它了，后边的剑我看都不带看的。看来这就是灵剑山最深处了。公子，是他！公子，他在看什么？看剑。这里哪有剑？没有，所以他走了。公子，这剑……你可愿意跟着我？那以后你就叫逍遥吧。这是……掌门，这是怎么回事？仙剑出世。仙剑出世？不会吧？剑愁中真的孕育了一柄仙剑？莫非真让那蛟龙得到了仙剑？若是真让他得到，恐怕这天下又要大乱。走，进去看看。
仙剑，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小木剑也挺好的。刚刚他手里可没这把铁剑，必定是仙剑认主。仙剑，敢问公子哪门哪派，何方修士？无门无派。这人浑身上下并无一丝灵气波动，也没有金光法相，看着跟个凡夫俗子毫无差异。可凡人怎会深入这万剑主？又何能让仙剑认主？之前在迎仙峰，灵剑山的长老弟子对他都极为恭敬，这人绝对不像表面这么简单。公子，在下有一事相求。何事？公子能否将此剑借在下一用？借剑？借剑干什么？公子有所不知，在下修行1000年，只差一步便能走蛟化龙，但走蛟入海必引天劫风浪，需借无上剑势镇压。若有此剑小助，能大大增加我化龙的几率。若能化龙，必不忘公子大恩。满嘴谎言，此蛟生性残暴，绝不可信。公子若肯相借，在下愿以碧波潭1000年珍藏相赠。法宝灵石天材地宝，公子尽管开口。仙剑有灵，若他愿意跟你去，我并无异议。请仙剑修助。逍遥不愿帮你，我也没办法。玄灵仙友，告辞。我数百年来进进出出万剑愁几十次，卑躬屈膝，不就是为了这柄剑？现在仙剑就在眼前，竟在一个毫无灵气的废物凡人手里。只要他死了，仙剑就是我的。你这条臭虫，敢对我家公子出手！他俩现在的微末道行，2个绑一起都不够这条蛟蛟塞牙缝的。不过能在生死关头为我出头，也算有心了。公子，在下好言相求，你乖乖答应便是。既然连一丝劝斗都无，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在下不讲情面了。把仙剑留下，否则，我要是不留呢？那就连人和剑一起留下。一剑斩黑蛟。仙剑在他手里，蛟龙也死了，太好了。见过这位公子？见过真人，见过诸位长老。季公子，这是……这黑蛟想借仙剑不成，便从背后偷袭，妄想杀我，我便一剑斩了他。一剑斩蛟龙，那可是修行1000年的玄灵蛟，平日连我们都不敢轻易招惹。他竟然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当初我真是命大，幸好没对他出手。
周长老，你认识这位公子？回掌门，这位是季风季公子。当初我在青春县寻找有仙根弟子时遇见的，觉得季公子道行深厚，便邀请他来参加我灵剑山的收徒大典。原来是季公子，失敬失敬。青州甚至整个大关的散修我都知道，这季风的名字却闻所未闻。此人毫无灵气波动，如同凡人，却能让仙剑认主，一剑斩妖，绝对不简单。季公子，此地不是说话之地，请移步阁楼喝杯清茶如何？腾云驾雾！苍恒真人，请稍等。这是……今日我取走这柄仙剑，但我留了一丝剑意，他日会再孕育一柄仙剑。有缘者得之，算是了了这段因果。走吧。季公子，请。请。季公子从何而来？闲云野鹤，云游四海。难怪青州境内的修士，老夫大多都知道。季公子的名号，老夫从未听过，想来是从别处来的。云游好啊，想当年老夫也曾去过不少地方。真人去过很多地方。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仗着有几分本事，到处游历。大关境内的地方大多都去过。真人可有大关的地图？地图？就是灵图，和周长老给我的卷简一样，上面标注了山川河流、城镇村落，最好是上边还标注了哪些地方有精怪，哪些地方有宗门道场，哪些地方是禁区。他还要把大关全部走遍。山中有一些大关剧内的地理图纸，还有些风物考，零零散散的，有不少。我让周长老整理一下，之后给公子送过去。多谢真人，公子客气了。说起游历，老夫当年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真人去过什么地方？大关的京城去过，那京城叫圣京也不为过。特别是晚上，灯火连绵，10里长街霓虹如寿。老夫在京城住了1个月，光是吃的每天都不重样。东街的烤鸭，西街的烧鹅，南街的灌汤包，北街的驴打滚，还有宫里流传出来的御膳方子。外边的酒楼照着做，味道不比宫里的差。烟雨江南我也去了，那地方和京城不一样，天天下雨，也可能是我去的时候正好雨季，所以时常细雨蒙蒙。走在青石板路上，两边都是白墙黑瓦的房子。这喝茶也是在江南学会的。开始我以为喝茶只是为了解渴，可到了江南才知道茶是需要品的。在江南的那段日子里，我时常坐在茶楼里，看着窗外的雨，品着茶，听着评弹，一坐就是一下午。西北荒漠也去过，那地方和江南完全就是2个世界，没有水，也没有树和花，只有黄沙和石头。风一吹，沙子打在脸上生疼。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却冷得发抖。不过那地方也有那地方的好，天特别的蓝，晚上能清楚地看到天上的星宿。去过南疆，看过10万大山，山连着山，一眼望不到头，云雾缭绕，像是仙境一般，里边住着各种成了精的大妖。老夫还去过东海，看过日出，还和东海龙族有过接触。老夫说多了，还请公子见谅。真人见多识广，在下佩服。哦，对了，通天江的江神托我向你问好。公子见过敖江神？来灵剑峰的时候，见过2回。哼，
他还抢我们鱼吃。这鱼可是水之精。你怎么知道？这老龙还是和当初一样嘴馋。莫非他说的第一次遇见水之精，就是和你？说起来，这柄仙剑，老夫还是第一次见到真容。我当年接转灵剑山的时候，上一任掌门就告诉过我，说万剑众内可能孕育了一柄仙剑。千年来，进出万剑堂的人不计其数，没有一个让他认主。老头儿，你们不会也想抢我家公子的仙剑吧？赤白，这小人神经，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抢仙剑，那可是一剑斩了千年黑蛟的狠人，就算灵剑山掏空本院都不一定打得过。这位季公子绝对是行走人间的谪仙，惹不起，不敢惹。小友多虑了，这仙剑有灵，他既然已经认主了你家公子，那这剑就是你家公子的剑。我灵剑山历派数千年，还不至于为了一柄剑去做那不堪之事。公子能得到仙剑的认可，是公子的缘分，也是这柄剑的缘分。老夫似乎已经能看到他在公子手里熠熠生辉，清辉贯日。一定会的。多谢真人和周长老今日赐茶和闲聊。季某受益匪浅。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先回迎仙峰了。公子客气了，公子慢走，请。周长长老，掌门，这位季公子，你是在清虚县认识的？是。你觉得他是什么人？我看不穿，但他给我的感觉像是行走人间的谪仙。和我想的差不多，这等人物只能结善缘。周长老，你去将灵图和风物考整理好，给季公子送过去，别怠慢了。是，掌门。周长老，云清，快请进。季公子，灵图和风物考整理好了，给公子你送过来。有劳周长老和云清了。季公子，不麻烦，不麻烦。这么多。灵剑山历派千年，历代师长都游历天下，带回来的书册和自己写的见闻心得不少。掌门说，公子你可能都需要，所以我就和云清都整理出来了。公子你路上慢慢看。多谢周长老和云清，也替我谢过苍恒真人。公子客气。这是公子，这是那条黑蛟的尸首。那黑蛟不是被我一剑劈成两半，落在剑冢深处了吗？前几日公子和掌门走得匆忙，这黑蛟龙尸锅都没来得及收拾，我后来让送新建的弟子收拾了。问了掌门如何处理，掌门说这黑蛟是公子斩的，自然归公子处置，让我给公子送过来。这是祭子袋。是，算不上什么好宝贝，品阶不高，里头的空间也就勉强装下这黑蛟的尸首。公子若是不嫌弃，这袋子也一并送给公子。周长老有心了。公子可知这蛟龙身上哪些东西最为珍贵？愿闻其详。首先是这逆鳞，蛟龙脖颈下有一片鳞片，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可炼制成护身法宝，也可磨成粉入药，能解百毒。蛟龙骨也就是蛟龙的脊骨，
蕴含黑蛟千年修行之精华，可炼成法器，也可磨粉炼丹。据说以蛟龙骨为引，炼制出的丹药能大幅增进修为，还能延年益寿。还有这蛟龙胆，这蛟龙还真是全身是宝。公子可知这是什么？莫非是蛟龙内丹？哈哈哈哈哈！正是，这黑蛟修行千年，一身道行大半都在这内丹中。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若是小妖吞下，能短时间内道行剧增成大妖；若炼制成法宝，威力无穷啊！周长老费心了，这蛟龙尸身可以给贵山留一些。公子客气了，这玄灵蛟是公子所杀，公子全部拿着就好。那好吧。公子若是不想自己处置，也可以拜托其他宗门炼制丹药和法宝，也可以在仙会和其他仙友互换宝物。该走了。季公子，稀客呀，快请进。公子，今日前来不是闲聊那么简单吧？我今日来是告诉周长老一声，明日我便准备离开灵剑山了。公子这就要走了？叨扰多日，该去其他地方走走了。公子说的是，灵剑山虽大，但公子游历四方，总不能困在一处。明日我送公子下山。不必麻烦。不麻烦。公子是我请来的贵客，哪有离开不来相送的道理？那多谢了。公子，我们真的要走了。收拾东西，明日出发。去哪儿？京城，看看京城是不是真的那么繁华。苍衡掌门说的，东街的烤鸭，西街的烧鹅，你不想尝尝？想。你也准备好了？行，明日一早就走。季公子，这么早就要走？见过真人，想趁着天凉多赶些路。既然公子要走，那老夫也就不留公子了。周长老，你送公子一程。是，掌门。季公子，一路顺风。日后若有空，再来我灵剑山做客。多谢款待，后会有期。公子，一路保重。季公子，等我学会御剑飞行，去找您玩。好，我等你。多谢。我们也回去吧。是，师父。你们怎么在这儿？听闻公子今日要走，特来相送。我与二位交际并不多，不值得这般相送。公子值得。若非那日公子踏入迷雾，我二人也不会跟着进去，更不会拜入灵剑山，拜得师父。这是你们的仙缘，与我无关。不是公子先进，我们才有勇气跟随。这份恩情，我们铭记在心。罢了，送都送了，你们回去吧，莫忘了你们求仙问道的初心，好好修行。会的，公子，公子保重。来时清明刚过不久，山间还是一片新绿，可现在周围的树叶竟然全黄了。公子，怎么了？
老人家，请问现在是什么时间？公子是城里人嘛，连细节都不知道。今儿是9月初9，重阳节。公子要是赶路，得抓紧了。天儿越来越凉，再过些日子，山里就要下雪了。重阳节已经过去4、5个月了，我以为小说中修仙者闭关一闭就是几十年，是说笑，看来是真的。刚到灵剑山的时候，恍如昨日。公子，我们在灵剑山待了那么久，真是山中不知岁月啊！多谢老人家。不客气，公子慢走。走吧，去京城。你们听说了吗？前面那座翠屏山的山神可灵了。早就听说了，去年我表弟的媳妇儿的娘家侄子得了怪病，大夫都说没救了，去翠屏山求了山神。当晚山神就托梦给他，说去东边第3棵老槐树下挖3尺，有草药。你猜怎么着？真挖出一株老山参，熬汤喝了，病就好了。这还不算神的呢。我听说啊，那山神还给县里的张员外托梦，说别给他塑金身，把塑金身的钱拿去给城外的闹民施粥。可不是嘛？那山神说，金身是死的，人是活的，与其塑金身，不如让活人吃顿饱饭。公子，我们去看看。周德安给的风物考中记载，这山中有精怪。正好也见见这位山神。这山神庙居然有妖气。白狐，狐中异种，天生灵慧，善隐匿变化。修行有成者，可预知吉凶，驱邪避税，或神通变化之术。公子，怎么了？没事。老人家，天快黑了，您早些回去休息吧。我想在庙中静坐片刻。公子请自便，老朽这就走。终于还是回来了。出来吧，我知道你在。我不是来抓你的，只是想和你聊聊。不出来，那就得罪了。你是谁？为什么要抓我？你并非此山的山神，为何占据着这山神庙？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你可知假冒山神向人间相索，却没有经过辖区之内城隍爷提名、功德核查，再由东岳大帝批准，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知道这是仙月之罪，一旦被正神发现，轻则剥夺妖力，打入轮回，重则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你既然知道，又为何假冒山神？我只是……原来之前翠屏山的山神是一位很好的山神，他庇佑了翠屏山几百年，但3年前，翠屏山突然来了一条蛇妖，他在山中盘踞，祸害百姓生灵。翠屏山神与他斗了7天7夜，最后拼尽神力将蛇妖镇压在山底，但山神自己也神力耗尽，消散了。我本是山中一只修行的白狐，时常在庙外听山神讲道，他从不赶我走，还给我供物吃。山神陨落后，百姓不知道，还来求愿，可再没有回应。庙日渐破败，山里的妖魔鬼怪也蠢蠢欲动。所以从那天起，你就蹲坐在山神校内，假装成山神，为百姓答疑解惑，护以防安宁。有人病了，我就拔出自己的狐毛化作符咒替他们治病；有人迷路了，我就化作萤火引路；有妖作乱，我就化成山神吓唬他们；有人想塑金身，我就托梦让他们去施粥。山神说过，金身是死物，不如用在受苦的百姓身上。3年了，我从未害过一个人，反而救了很多人。求求你，不要抓我！你不抓我，不将我交给城隍爷？你又没害人，反而救人，我为何要将你交给城隍？可我是妖，我是假冒的山昭天律，我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发现，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守护了一辈子的翠屏山陷入山中。你别怕，我家公子是好人，不会随便抓你的。你想不想当真的山神？什么？我问你，你想不想当真的山神？
不是假冒的，而是名正言顺的，经过成王提名、功德核查，东岳大帝帝批准的那种翠屏山正神。我可以吗？我是妖，不是人，更不是鬼神。你做了几年的假山神，护了一方安宁，这些功德都是实实在在的。城隍那边，我可以帮你去说说。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别着急谢，成不成还不一定呢。这几天别躲了，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等我的消息。公子，你真的要帮他当山神？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公子，我们去哪儿？去城隍庙。哦。青城县的孔城隍好说话，是因为我曾帮他捉拿厉鬼。可这栖霞县的城隍，我见都没见过。万一是个不好说话、刻板手速的脾性，白狐这事就难办了。客官，这大清早的还没开张呢。客官，您稍等。2楼靠窗的雅间要清静，另外，把你们9楼最好的菜做一桌送来。午时之前，不要让人进来打扰。客官您放心，小的这就去办，这就去办。你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恭请栖霞县县城隍爷到旁边醉月楼2楼现身一见，在下备好了酒席，恭候大驾。恭请栖霞县城隍爷到旁边醉月楼2楼现身一见，在下备好了酒席，恭候大驾。他们没听见。这声音能穿透阴阳两界，精准送入我耳中，却不惊动任何人，绝非寻常修士。是居神？不对，如果是居神敕令，我此刻应该身不由己的被射走了。这声音里只有一丁点余韵，但到只够穿透阴阳，是请而不是居。明明可以用强，却偏偏用请。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既展示了分量，又给足了面子，有点意思。大人，有客相邀，本官出去一趟。这些文牍，等我回来再批。是大人。在下季风，是一位云游之人。路过栖霞县，有事叨扰，还望城隍大人海涵。太年轻了，看起来毫无灵气biến动，也没有仙神法相，宛如凡人。可就是他用了居神神通，这把剑凡而不凡，他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不是居高临下的召见，也不是卑躬屈膝的求见。栖霞县城隍裴庆，裴城隍，请。公子请我来，不会只是为了喝酒吧？裴城隍，翠屏山的山神，您可认得？认得。翠屏山山神姓陆，名大山。原是翠屏山下一农户，常年行善护山，死后魂魄不散，
百姓为他立庙塑像，香火供奉。东岳大帝感其功德，册封他为翠屏山正神。他当了300年的山神。300年来，翠屏山方圆100里从未出过大灾。直到3年前，翠屏山来了一条蛇妖，修行800年，道行深厚。他盘踞山中，兴风作浪，吞吃上山百姓，捕杀山中生灵。陆大山与他斗了7天7夜。我接到附近土地公的急报，待鬼差赶到翠屏山时，已经晚了。蛇妖被镇压在山底，陆大山的山神本源已经耗尽，金身碎裂，魂魄消散。他坐在翠屏山深处的一块青石上，看着翠屏山。公子为何忽然问起他？裴城隍，那您可知道，如今的翠屏山上还有一位山神？翠屏山山神之位，自陆大山神陨之后一直空缺，本官也未曾向东岳大帝提名新的山神，何来的山神？莫非有人假冒山神，窃取人间香火？他特意传音邀我赴宴，绝对不是为了问一个3年前陨落的死神。季公子，你我都是明白人，你备下这桌酒席，又特意传音邀我，有什么事，不妨直说。是一只白狐，一只修行数百年的白狐。翠屏山山神在世时，他时常在山神庙外听他讲道。山神陨落后，他便端坐于庙堂之上，替百姓答疑解惑，护翠屏山一方安宁。有人病了，他拔下自己的狐毛，化作符咒，烧化在水中。有人迷路了，他分出一缕神念，化作萤火引路。有妖作乱，他化作山神模样吓退他们。有富商想为山神塑金身，他托梦让他们把钱拿去施粥。3年了，他从未害过一个人。季公子，你今日请我吃这顿饭，是为了这只白狐吧？是。公子，你可知按照天律，假冒神明，窃取人间香火，轻则剥夺妖力，打入轮回，重则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知道。公子既然知道这些，还来替他求情？裴城隍，您刚才说陆大山的山神本源耗尽，金身淬裂，魂魄消散，最后还在看。他在看什么？他在看翠屏山，看他守护了300年的百姓和山中生灵。他怕自己死后，山中妖孽趁机作乱，怕那些砍柴的、采药的、打猎的百姓再也回不了家。可你从未提名过新的山神，3年了，这只白狐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翠屏山3年。那只白狐叫什么？昨晚在山神庙中问了他很多，问他为何假冒山神，怎么庇护百姓，这3年怎么过的，唯独没问他叫什么。我没问。公子替他张罗这么大一件事，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公子，我可以看在公子和这桌酒休的份上，不追究这只白狐假冒山神的罪。只要他离开翠屏山，本官既往不咎。公子还不满意？裴城广，既然翠屏山山神之位空缺，何不让这只白狐成为翠屏山山神？公子可知，山神虽小，亦是正神，按天神之位颁由当地有德之士、护山善人、守义而死之人担任。东岳大帝册封山神，看的是生前功德，死后香火。精怪城山神不是没有，但很少。裴城广，您刚才不也说了，册封山神看的是功德？这只白狐假冒山神3年，期间他拔狐毛治病救人，分自己的神念为人引路，这些算不算功德？如果算，还请城隍大人核查他的功德，果够，不妨提名一下。我可以让文判查一查他的功德。
若是功德深厚，本官自然可以提名。可大帝是否册封，不是本官能决定的。能得到城隍大人的提名已是万幸。至于东岳大帝是否册封，便是那白狐自己的造化了。公子客气。那季公子没有其他的事，本官就先行告辞了。会。大人，您回来了。翠屏山中有只修行100年的白狐，你查查他的功德几何？是，大人。如何？翠屏山白狐，其名狐灵，修行112年，期间救人237次，分神引路122次，托梦劝善36次，吓退山中作乱小猫19次，从未害过一人，从未取过一文不义之财。大人，此妖功德深厚。文判在，拟成文。翠屏山白狐狐灵，皆前任山神陆大山之遗志，护山佑民3年，功德深厚。本官以栖霞县城王之名，提其名为翠屏山新任山神，承东岳大帝御览裁决。是，大人。在醉月楼干了5年，一桌子好菜剩这么多，还是头一回见。没味儿。这还是我们酒楼的送药酒吗？这分明是凉水。公子究竟是何人？季公子走后，我每日早晚各来一次。入秋了，别人家的锦鲤都不爱动弹，这池子里的反倒越发活。你这条锦鲤倒是聪明。这桃树也怪，别家的桃叶都黄了，它却绿意盎然，枝头还藏着9颗饱满硕大的桃子。我要走了，进京赶考，顺利的话，明年中旬回来。喂鱼浇水的事儿，我已经交代给王兄了，他答应每日会让人来打理，你们放心。王兄这人靠得住，不会怠慢了你们的。这次倒是不吝啬了，也不枉我给你浇了大半年的水。多谢，再见。苏兄，王兄，包袱就这么一个？穷书生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带？我就知道，王兄，这使不得，是我妹妹给你的，这马车也是她托我帮你安排的。婉儿，我爹不让她出来，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在你位高中前，不能让人说了闲话。但倘若你真的高中状元，莫要辜负了他呀。苏某必定不会。好小子，这段时间没看错你。上车吧，再晚城门该挤了。这是季公子院子上的钥匙，还请王兄每日早晚安排人各喂鱼浇水一次。知道了，你都说过好几遍了。告辞。告辞。婉儿，
你用8抬大轿来娶我。会的，你等我，我一定会用8抬大轿来娶你。这座老城底蕴深厚，不似青林城那头卖山货那般质朴，也不像临江县商船往来那般喧嚣。城北的西峡书院规模不大，却透着书卷气。君子和而不同，何谓和而不同啊？窗外那位公子是否要进来听？夫子讲得好，在下不过是路过，听到夫子讲学，好奇，过来听听，不敢打扰。公子，什么是和而不同？就是一群人在一起，能和睦相处，但不必想法都一样。哦。公子，这塔怎么是歪的？据说当年建塔时，工匠算错了一步，建成后发现塔势是斜的，但却没有倒塌，反而成了栖霞县中的一景。哦，这叫歪打正着。也算。我也想上去，奈何门槛不让牛进。何时才能化形啊？客官，这葫芦真是个宝贝啊，能装这么多的酒。鬼差，你找谁？请问季风季公子可是住这儿？是的，我家公子住这儿。在下栖霞县城隍麾下日游巡，奉城隍大人之命，请季公子前往城隍面中一叙。莫非和那白狐有关？知道了，前方带路。大人，季公子到。季公子，裴城隍，大帝的批复下来了。大帝准了。大帝批了成文，册封胡陵为翠屏山山神。今日便去宣旨册封。本官想着，这事是公子您牵的手，公子理应在场。多谢裴城隍。不必谢我，我只是按照规矩办事，主要是这胡陵的功德也够。走吧，我们去翠屏山。胡陵何在？城隍，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假冒山神窃取香火是大罪，3年了，我每一天都提心吊胆，每次有香客进庙，我都要看是不是来抓我的。这一天终于是来了吗？逃吗？可是往哪儿逃？这可是掌管一方的城隍正神，可惜我不能再替山神大人守着翠屏山了。罪妖狐狸在。这么多人抓我一个修行100年的小狐狸，需要这么大阵仗吗？胡陵在不要怕，我不是来抓你的。我们今日来是为册封你为翠屏山山神而来的。是他，是前几天问我想不想当真山的那位公子，他真的为我去找了城隍大人，他会找了城隍大人。胡陵，东岳大帝敕令，泰山炎岳，东岳天齐仁圣大帝敕曰：
翠屏山白狐狐灵，修行百载，秉性纯良。前任山神陆大山神陨之后，汝承其遗志，护山佑民，拔毛治病，分神引路，托梦劝善，吓退妖枭。自修行之日起，救人237次，分神引路122次，托梦劝善36次，从未害一人，从未取一文不义之财，功德昭著，实堪家账。今特敕封尔为翠屏山正神，位列神班，永镇此山，掌山中灵气，护一方生灵，察百姓疾苦，应香火祈愿。凡翠屏山方圆100里之内，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采药樵夫、行旅客商，皆在尔庇护之中。而其恪尽职守，目待目荒，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免之慎之。大观126年9月23日敕。狐灵接敕。恭喜狐灵山神，恭喜山神大人。狐灵，在。陆大山倘若还在，看到今日，应该会很高兴。从今往后，你便是名正言顺的翠屏山山神，莫要因为当了正神就有所懈怠。陆大山护了翠屏山300年，你才3年，路还很长。狐灵谨记。多谢城隍大人。你该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积德行善，功德深厚。还有，季公子为了你的事，专程跑到栖霞县，在醉月楼设宴为你游说，我才注意到你。你现在是翠屏山山神了，不必如此。公子大恩，狐灵无以为报。起来吧，我帮你，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拔毛治病，分神引路，你做的这些和我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的功德。可若非公子，若非你自己做了这些，谁也帮不了你。东岳大帝册封你，看的是你的功德；裴城隍提名你，看的也是你的功德。我不过是多管了一桩闲事。你要谢，最应该谢的是你自己。我还有事要问你。公子请说。那前任山神镇压的蛇妖，现在在何处？公子说的是那蛇妖？那蛇妖被山神大人镇压在翠屏山深处的一处洞穴内。当年山神大人拼尽一身神力，以山势为基，布下封妖大阵，将他镇压在洞底。3年了，从未有过异动。从未有过异动。就在册封敕书交到狐灵手中的那一刻，翠屏山的山势微微震动了一下，有一道极其微弱的妖气从深处窜出，向东一闪而逝。带我去看看那处洞穴。是，公子。公子，就是这儿。这是……他逃走了。粘液还没干，说明蜕皮就在刚才。册封新山神引发了山势微动，这微弱的晃动让封印松动了一瞬。
他施展了蜕皮之术。公子，他逃哪里去了？东边。那我去追，不能让他再祸害翠屏山生灵。等等，现在追，怕是已经晚了。那蛇妖速度极快，怕是已经逃出了翠屏山。我现在是翠屏山山神，不得随意离境。等我去秋霞县找裴晨光拿到批文，蛇妖早没影了。而且离开霞境，我神力大减，根本打不过他，那怎么办？别有去追，你看好翠屏山。公子，公子大恩，狐狸铭记在心。公子小心，若是追上那蛇妖，不必留他性命。他吞吃过翠屏山百姓，捕杀山中生灵，罪无可恕。知道了。公子，你回来了。那鬼差找公子什么事？当然是好事。那白狐册封为翠屏山山神了。真的，太好了。收拾东西，我们走。公子，现在吗？公子，你在算什么？算一条蛇。蛇？翠屏山前任山神镇压的蛇妖逃了。找到你了。公子，那蛇妖逃到哪儿了？这蛇妖一直在往东逃窜，也不停歇。这就是与通天江并列的赤河，源头有座赤色神山，河水今年冲刷才染成这般颜色。蛇妖的气息到了这里便消失了。公子，这水怎么是红的？古籍中有记，你没看？公子，不怪我，看那密密麻麻的字，眼睛自己就闭上了。那蛇妖蜕皮重伤，急需水泽灵秀之地疗伤。赤河水脉深厚，能隔绝探查，确是藏匿的好去处。不过今日这水下暗流涌动，似乎有大事发生，暂不宜直接下水。老人家，今日为何没有渡船？封河了。封河？河伯寿宴，每年的9月26日是河伯的寿宴，寿宴期间封河3日，谁都不许渡河。料度会怎么样？这3天河底可不太平哦，谁要是敢渡河，船翻人亡，河伯可不负责。哈哈哈，季公子。敖兄，这剑虽未出鞘，却隐隐透着不可逼视的锋芒。这剑好剑。季公子怎么在这儿？追一条蛇妖，他跑到了这赤河之中。敖兄呢？巧了，我也是来这赤河的，不过我是来赴宴的。赴宴？今日是河伯那老家伙2000岁的寿宴，听说他为了这次寿宴，连水官大帝当年赏赐他的苍魔玉莲都拿出来了。那可是四海龙宫的进贡之物，和水之精有的一拼。公子追的那条蛇妖，既然钻入了这赤河之中，不如跟我一同赴宴，一起尝，给河王祝寿。这我与河王素不相识，贸然登门，怕是不妥。有什么不妥的？你是我敖渊的朋友，他河王老头还能把你赶出来不成？你说是不是？小臣善敬。是，走吧走吧，那老家伙水府里藏了不知道多少好酒，比这茶铺里的粗茶强多了。那就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清水潭礼坛主道，白沙河白河神道，通天江敖江神道。
敖江神，你可来晚了。这就是赤黄河伯，长一河之水，辖水族，佑百姓。敖渊来迟，还望寿星公恕罪。哈哈哈，来得正好，来得正好，快请上座。这位是？这位是季风季公子，是我结识的好友。今日恰巧在你赤河边上相遇，便邀他一同来赴宴。你可不要吝啬了你的好酒。见过河伯。既然是敖神的朋友，那便是我赤河的朋友。来人，在敖江神旁再加一张桌椅，请季公子上座。敖江神，你可知那碧波潭的玄灵礁哪儿去了？今年灵剑山开山收徒，想必又去找那仙剑去了吧？灵剑山开山收徒早就应该结束了，那玄灵礁应该返回碧波潭了，可却没有，真是怪哉怪哉呀！说不定跑其他江河，准备走礁去了。希望如此，我可不想他在我赤河中走礁，祸及两岸，多沾一分因果。玄灵胶早在我芥子袋里被大卸8块了，茶居然是热的，茶碗上有一层薄薄的气泡，防止河水影响口感，真是精巧。河伯大人，宾客都已入席，寿宴是否开始？那便开始吧。开宴！今日是老夫的寿辰，承蒙各位仙友同僚、水族亲诚不弃，百忙之中抽身前来为我祝贺，老夫甚是感激。老夫的寿辰也是诸位的交流之地，共饮此杯后，便无需拘束，串桌攀谈3、5成群都可以。寿宴共计3天。恭祝河伯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季公子，少喝点儿，我等会儿带你去找河伯那老家伙讨喝苍魔玉液。好。敖江神，季公子，水府中有点琐事，需要老夫去处理一下，暂且失陪片刻，我去就回。那水族来报的时候，我隐约听见蛇妖和宝库，说不定就是公子你要找的那条蛇妖。人呢？说，怎么回事？大人，是一条蛇妖，趁府中举办寿宴，偷偷摸到宝库那边，试图盗走灵珠。灵珠，赤河灵珠，是。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赤河灵珠是镇水至宝，当年我耗费100年道王才凝练而成。若是丢了，赤河决堤，两岸百姓流离失所，大地定会降罪。找死！大人息怒，那蛇妖还没逃出去。没逃出去？幸好青鱼将军及时赶到，拖住了那蛇妖。但青鱼将军说他拖不了多久，让属下赶紧来找大人。河伯留步。敖江神，季公子，河伯离去，是否因为一条蛇妖？季公子，知道这条蛇妖？河伯莫怕，我也是为这条蛇妖而来，身上带伤，应该就是从翠屏山逃出去的那条。他偷盗灵珠，也是为了快速疗伤。快！滚开！本座只要这颗赤河灵珠疗伤，等本座伤势恢复，必定第一时间归还。敢来河伯水府偷盗灵珠，找死！
再拖下去，等河伯赶到，我怕是插翅难逃。你休想逃出去！自不量力！住手！恭迎河伯大人。辛苦了，退下疗伤吧。这里交给老夫。是，大人。河伯的杀意，还有那个男人真龙，他旁边那个人虽像个毫无灵气的凡人，却能让水波不侵丝毫。完了，面前3人，我一个都打不过，还一次来3个，拼了！哪怕消化不了，也能借水脉之力强行恢复巅峰，这是唯一活命的机会。你敢！知道你厉害，这剑锋之灵，剑意之盛，连老夫都感到心惊胆颤。早知他手里的剑非凡品，却没想到竟凌厉至此。换作是我，拿什么手段能接下这一剑？还是做朋友好。多谢季公子出手，今日若非季公子，赤河灵珠怕是要被这蛇妖吞入腹中。此珠镇压着赤河水脉，若它有所损伤，两岸百姓乃至整个赤河水族都将遭受水患之灾。大恩不言谢，请受老夫一拜。河伯不必多礼，我本也是为这蛇妖而来。不管公子因何而来，这一剑之恩，我赤河水府上下必定铭记于心。若日后公子有所差遣，老夫绝不推辞。这老家伙心高气傲，极少对谁如此恭敬。今日算是彻底服气了。季公子，这宝库不是什么待客的好地方，宴席才刚开始，请公子随我回主殿。好。公子那一剑好快，我都没有看清。季公子，请。执掌赤河千年的正神，平日何等威严，此刻竟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恭敬谦卑。河伯与通天江神鳌渊一左一右，将这青山客拱卫在中间，这派头简直大得离谱。方才水府深处那一闪而逝的恐怖剑意，心悸感还没散去。现在看着青山客手中握着的青辉剑鞘，绝对是他。这位公子是谁？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不知，但让河伯大人亲自让路，肯定来头不小。刚刚那股剑意，不知道你们感觉到了吗？剑意？什么剑意？你修行不过几十年，当然感觉不到了。不过我却感觉到了，那剑意虽只有一瞬，但老朽修行500年，都未曾感受过这般凌厉的剑意，似乎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无所畏惧。莫非是哪座仙山上的剑仙？剑仙？不像，他身上没有半分灵气波动，看着倒像是个凡人。凡人？凡人能站在河伯和鳌江神中间？凡人能让河伯亲自让路？方才水府有些琐事，老夫出去处理了一下，现已处理妥当，让诸位宾客久等了，老夫自罚一杯。歌舞继续，今日是老夫的寿辰，诸位不必拘束，尽兴便是。季公子，你现在可是这寿宴上最引人注目的人了。鳌兄说笑了，今日是河伯的寿宴，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哎呀，今日是河伯大人的寿辰，老龟还未给河伯大人敬酒，诸位先失陪一下，我去给河伯大人敬个酒。龟老哥，
你常在河源大人跟前走动，要是打听到什么消息，可得告诉我们一声啊！对，龟大哥，我们也都好奇的很，能让河伯大人亲自让路，那位公子的来头肯定不小。若是能追随，哪怕听听他讲道，都是一份巨大的仙缘啊！好说好说，老龟我先去敬酒。河伯大人，今日是您的大寿，老龟我敬您一杯，恭祝河伯大人福寿绵长，赤河永宁。这凡人年纪轻轻，身上毫无灵光神光，可那柄剑，方才水府传来的剑光，莫非就是他？真是越普通越深不可测。龟老哥，可是打听到了什么？那位公子究竟是何人？看不透。那公子年纪轻轻，身上既无灵光，也无神光，看着就像个凡人。凡人？这怎么可能？龟老哥，你别说笑了。所以说是看不透啊。他身边带着个道童，还有头青牛，神态倒是安详。至于他本人，老龟我只能说，越看越看不透。季公子，请留步，熬江神。我就知道，你呀，季公子，请随老夫来。季公子，熬江神，请坐。老家伙，赶紧拿出来吧。你个老家伙，终于是舍得将这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叫舍得？你每次来都惦记着老夫这点东西，今日要不是季公子，老夫才不愿意拿出来呢。季公子，尝尝这苍魔玉液，这东西老夫珍藏了数百年，轻易不给别人喝。多谢。这酒入口咸涩，转瞬清冽如寒泉，入腹竟化作绵长暖流，余韵悠长，仿佛有海风拂面。好酒！季公子真是慧眼识珠啊！这苍苗玉液乃是四海龙宫派人采集苍苗深床中的万年寒泉之水，辅以各种灵药，再封存于海底灵脉之中，历经100年沉淀方才获得，因此一杯可抵寻常修士10年静坐之功。就是这个味儿，几十年没喝了，还是这么好喝。哼，你倒是还有脸说，老夫这点存量，你一个人就喝了好几杯，还喝？季公子在吗？我这是沾了季公子的光。大人，鲑鱼求见。鲑鱼？他还未回去？禀大人，他已经将在殿外等候3日，从未离去，说是有事找大人你。河伯，敖兄，我在这儿叨扰多日，是时候该走了。季公子这就要走了？此间之乐也已尽兴。接下来，我准备去一趟大关的京城，去看看那圣经的繁华，是否真如传闻中的那般。季公子要去京城，那倒是不错。京城的热闹确实值得一去。既然季公子要走，那老龙我也就告辞了。下次再来喝你的苍魔玉阶，可不能像这次一样抠门，只给1杯。哼！公子既然要走，那老夫送您一程。多谢。你让鲑鱼在大殿内等候，我送完季公子就回来。多谢款待，后会有期。公子一路顺风，日后若是路过赤河，还请来水府一叙。必当会的。老家伙，那我也走了。敖兄，再会。
见过河伯大人。不必多礼。鲑鱼，寿宴已经结束，你不返回你府中，等候我干什么？河伯大人，小龟我有点私事，想求您指点一二。说吧，什么事？大人，那位公子……鲑鱼，你方才说的有事求我指点，恐怕是和季公子有关吧？大人慧眼，既然被大人看出来了，那小龟我也就不瞒着了。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修行快1000年了，但这1000年以来，始终不得法门，道行卡在这一关已有数百年，寸步难行。这些年，我访遍了赤河水系的所有水族，也托人打听过几个仙门，但都无济于事。在您的寿宴上，那位季公子年纪轻轻，就连您河伯大人都对他如此恭敬。小龟我就在想，如果能得到这位公子的指点，说不定……大人，您能否帮小龟我引荐一下？妖族不得法，不成正神，终究会老去，会死，就如同当初的老青牛一般。鲑鱼，你我也相识100年，你的心思老夫也明白。那位季公子乃是云游四海之人，他来赤河起初是为了追一条从翠屏山逃出来的蛇妖，并非老夫的旧识，也算是碰巧遇到了鳌江神，在鳌江神的邀请下来参加老夫的寿宴。他的道行之深，本事之大，老夫也看不透，但从他身边的童子和青牛可窥见一二。那童子乃是一株100年人参精所化，本该妖气腾腾，可此刻却逐渐褪去妖身，周身神韵流转，有了先天灵药之持。那头老青牛也灵光内蕴，距离化形恐怕也只差最后一步。他手中的剑更是一柄有灵的仙剑。这位季公子能让草木精怪甘愿追随，又能让仙剑认主，就连那老龙都与他兄弟相称。此人的来历恐怕不只是云游之人这般简单。河伯大人，那我……他已经离开了赤河，就在刚刚。季公子好像说他要去京城，还是去什么地方？哎呀，老了，记不太清了。京城，多谢河伯大人。谢我什么？我可什么都没说。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若是能遇到季公子指点一二，那便最好；若是遇不见，那就是你命里无缘。公子，前面有座茶棚。我们过去歇歇脚吧。哎，客官要壶什么茶？老汉我这儿有山里的野茶，还有茉莉花茶。老人家，来壶野茶就行。好嘞，一壶野茶，马上就来。你们听说了吗？最近这九幽岭可不太平。怎么了？你可不要吓唬我们。有人说，在九幽岭深处见到了魔头。魔头？对对对，我也听说了。就前几天，几个采药人进山，说是在山里头听到了怪声，像是魔头在嘶吼，吓得他们连药篓子都扔了，连滚带爬的下了山。魔头啊，那可是杀人不眨眼啊！就是人人得而诛之，官府也不知道管管。官府敢管吗？那可是魔头，不是寻常的盗匪。去年一个魔头屠了京城一大家子，你看官府管了吗？再说了，九幽岭那地方本身就邪乎，谁愿意去送死啊？九幽岭，我在大关山戳车志中见过，此处山势险峻，曾是上古魔族领地，山中有通往冥界入口，后来被天庭剿灭封印，才逐渐淡出世人记忆。公子，怎么了？没事，想起点什么。走吧。哦。好淡薄的魔气，若有若无，而且这魔气中
居然有一缕我熟悉的气息，会是谁呢？我不记得在这个地方有见过的人，居然是你。公子，你算到什么了？一个故人。故人？走吧，过去看看。公子，这地方好阴森啊！公子，里边不会有那些行商说的魔头吧？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魔气，九幽魔石。公子，是他，那个一直跪在灵剑山山门口的人，叫什么来着？江岩。对，叫江岩。他这是怎么了？怎么看着快要死了？公子，他快不行了！公子，他怎么还没醒？他这是心魔入侵。心魔？九幽魔石虽能赋予凡人比肩仙神的本事，但若走不出心魔，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一具被心魔占据的行尸走肉。我又回来了，不对，这是假的！我记得我离开了京城，去了灵剑山，后来又……那可是魔头，我们没有办法。你没有仙根，修不了仙，下山去吧。没有仙根，还来求仙问道？你没有仙根，报不了仇，你就是个废物。下山去吧，忘记仇恨，平凡的度过一生。妍儿，别挣扎了，下来陪我们吧。娘，江岩就这样死了，你甘心吗？杀你全家，灭你满门的那个魔头，现在可还活得好好的？凭什么？凭什么他杀我全家，还能活得好好的？凭什么？我不甘心！是他，在灵剑山门前唯一给过我希望的人。刚刚也是他在幻境里叫醒了我。多谢公子。能从血海中站起来，是你自己的本事。好好活着，哪怕是因为仇恨。是公子。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离开灵剑山后四处寻法，正道不收，旁门不要。饿了啃树皮，渴了喝溪水，和当初去求仙时一样狼狈。一次偶然，我闯进了梅花山的一座道观。是梅青姐姐。
怎么知道？我们之前路过那里，还在关中住了一晚。梅青姐姐算卦可准了。是，梅花大师确实卜卦很准。此路非常险峻，可能会死。有些地方我也看不清，像是被什么遮住了。九幽岭中有魔石，可让人成魔，能获比肩仙神的本领，但代价是心魔噬体，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不管前路是什么，只要能报仇，我都愿意走。我当时只想着报仇，不管是成魔还是成仙，我都不在乎。只要能杀了那个魔头，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哪怕我死。我跋山涉水找到魔石，获得力量，却差点被心魔占据。幸亏公子出现。那你现在要去报仇吗？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杀了他。那魔头修行多年，以我现在的本事，还不是他的对手。这九幽岭深处还封印着一把魔刀，我准备拿到那把魔刀再去找他。那你去吧，我们也该走了。公子，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成了魔，人人得而诛之的魔，为什么还救我？你刚才不是已经回答了？公子，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姜岩成魔了？那你知道他成魔了，为什么还救他？你不是也给他嘴里塞须子了，也想救他？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看到他快死了，就怎样？就顺手给救了。那你可知道他成魔了？可知他眉心里嵌的是九幽魔石？可知他周身翻涌的是魔气？我不知道，就看他可怜，跟当初跪在山门前的时候一样可怜。那你现在知道他成魔了，你后悔吗？不后悔。他跪在灵剑山山门前时，公子就说过，大道50，天眼49，连眼睛都没有眨，遁去其一。他那时候没仙根，公子都没说他没希望了。现在他成魔了，怎么就一定没救了？再说了，谁说魔就一定是坏的？山间的云，谷底的雾，水上的烟岚，说到底都是同一种东西。来处相同，去处也相同，不过是路上沾染的东西不同罢了。人、妖、仙、魔也一样，不过是走过的道路不同。有的人生来就有仙根，但未必能修成正魔；有的人被迫成魔，也未必就不能回头。仙根也好，魔石也罢，不过是起点不同。真正决定一个人走哪一条路的，是他自己，是他做的事。仙不一定都是好人，魔也不全是坏人。公子，就像白狐姐姐那样吗？白狐姐姐是妖，假冒山神，按天律是僭越之罪。可她救了好多人，做了好多好事，所以公子你帮了她，裴城隍也帮她，东岳大帝也册封了她。所以重要的不是她是什么，而是她做了什么，对不对？哈哈哈哈哈！不仅学会自己悟了，还会举一反三，不错，不错。嘿嘿嘿。公子好像没船，要不等没人直接腾云化腹过去？
老朽归于沉睡千年，见过季公子。看着有些眼熟，是他。灵龟，鳞甲之属，寿可千年，能通幽冥，其甲坚不可摧，水火不侵，或法术、玄甲术。季公子，可还记得老朽？记得，在河伯寿宴上见过2回。老朽在此等候多时，终于是等到了公子。公子可是要去京城？这洛水渡口临近过年，附近的船家都收了工。若是公子不嫌弃，老朽可托公子渡河。等我，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便多谢了。公子站稳了。公子，老龟我有一事想请教公子。你说。老朽我已修行近1000年，但道行卡在这一关已有数百年，始终不得寸进。这些年，我访遍水族，问过仙门，试了无数法子，但都无济于事。公子，老龟我斗胆问您一句：修行这条路，我该怎么走？往哪儿走？在水府斩了蛇妖，河伯和敖渊对我恭敬，这老龟怕是把我当成道法加身的仙人了。可异族修行的方法，我见都没见过，怎么回应？要不给他一缕玄黄之气？不行，竟然现在几缕玄黄之气，桃树筋里便开了灵智，吃白也成了先天灵药。今日给了这老龟，明天岂不是虾兵蟹将都排着队求我？我只是个游历的，不是身负唐僧肉的唐僧。不是我不愿说，而是我不知道你修行何法，又谈何指点？公子说的是，公子说的是，老朽这1000年来修行过的法门，大大小小几十种。若是公子不嫌麻烦，老朽愿将所有修炼法门尽数奉上。公子看过后，或许就能看出精解所在。这些便是老朽修炼过所有的法门，每一个老朽都试过，可每一条路走到最后，都有一堵墙。这些法门我会看，若有发现，必定给你个答复。公子，当真？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看出什么。够了，够了！公子肯看，老朽都感激不尽。公子在京城这段日子里，老朽便在这洛水边候着。公子若是有任何吩咐，只需到岸边轻唤一声老龟，龟鱼便第一时间前来。血龟托人，灵龟复刻渡寒江，一剑青山入地境。这就是京城。想要？谢谢公子。公子，我们现在去哪儿？先找家客栈住下再说。实不相瞒，这间上房有点不太干净。怎么不干净了？那间房明明没人住，可到了夜里，烛火却自个儿着了，还有人在里头写字。我推开门，里头黑漆漆，什么都没有。
可门一关，烛火又亮了。客官，您要是不忌讳，我便开给您。现在进京赶考的、做买卖的，客栈可不好找哟。就这件吧，房钱多少？500、300文，其他上房1天500文，但这件特殊算您300。但说好了，您要是被吓跑，房钱可不退。行。这京城是挺繁华，但所有东西都死贵死贵的。买个唐楼在青城一间才1文钱，这里要5文，上房1晚300文。如今我囊中只剩30余两，按这个价格，住3个月就得见底。是时候想点法子赚点银子了。3两3钱，公子是先付10天的。嗯。公子夜里若是有什么动静，掌柜的放心，若是真有不干净的东西，季某自会处理。那成。公子有写字声。又出现了！快走快走！不知道今天住进去的那人会不会跑？掌柜的真是不厚道，知道那房间不干净，还租出去有点声。你不想干了？这掌柜为了让我住下，果然有些事没坦白。读书人执念所化，非鬼非妖，生于笔墨，困于文章，唯反复书写未尽之文。一朝执念进去，便如残雪消融，或宝物，五色笔。这位公子，你看得见我？看得见。敢问这位公子，现在什么时辰？距离春闱结束还有多长时间？你在这里写了多久了？我不知道，我的考卷还没有写完，我马上就写好了，我一定能写出来。别写了，你的春闱早已经过了。他蓝衫的样式和风物考的前朝衣冠图很像，是前朝的人。公子，过去多久了？几百年吧。现在已经是新朝了，叫大观。大观写了几百年了，原来早就已经没有那张榜了。多谢公子。公子，这是一个书生的执念。执念？执念困住了他，变成了这方寸间的牢笼。真正的解脱，不是做完那件没做完的事，而是承认他做不完了。有些事，放下比执着更需要勇气。公子，你怎么？没事，就想问您昨晚睡得好不好？挺好的，
多谢掌柜的关心。奇怪，听说了吗？昨儿个有人在洛水渡口瞧见一头巨龟，那龟壳跟磨盘似的，浮在水上像座小山。什么磨盘？我姐夫亲眼见的，比城门楼子还大，河水都被他分到两边去了。龟头上还站了个人，手里握着剑，青山飘得老高了，跟画上的剑仙一模一样。巨龟驮人，别是你湖州的吧？谁胡诌了？城东说书的刘老头昨天就改了段子，正说这一出呢。还有句诗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临归复刻渡寒江，一见青山入地鹰。公子，他们说的是你。快喝，粥要凉了。哦，那青山可一人一剑，往龟背上那么一站，那巨龟也不闹腾了，乖得跟条狗似的，驮着它就过了河。那龟是神仙养的？什么养的？那可是千年道行的灵龟，但在那仙人面前，他也得低头。唉，若真有神仙能来考场上替我写一篇文章，我给他磕3个响头。你想得倒美，神仙会飞，不一定会写文章。那神仙来京城里干什么呢？莫非也是来赶考的？哼，这些话还不如公子您画的门神呢。小孩儿，你可知这幅画出自谁的手笔？不知道。此乃当今圣上的御用画师，当朝画院待诏的画作。这幅是他中年变化换法后的得意之作，画意直追前朝诸位大画家，满朝文武求他一方尺子都不可得。这可是老夫费了好大的人情才求来的一幅，挂在小殿内镇殿。你说你家公子画的比他强100倍，那又怎样？我家公子画的的确比这好看100倍。哼！知白，童言无忌，当家莫怪。这位公子，请留步。既然你家童子把话撂在这儿了，老夫也不欺负人。倘若公子画的画，当真比这幅待诏大师的画强100倍，老夫不敢说，只要强1小，老夫愿出500两银子，当场买下公子的大作。此话当真，我还在为怎么赚银子发愁。京城物价贵得离谱，现在倒好，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当真，但若是画不出来，就从我这铺子里爬出去。拿纸来。公子，这里是500两，现在能否作画？请。这位公子，需要老夫借你笔墨吗？不用，准备墨就好，笔我有。画什么呢？就画这只鹿吧。这人怕不是疯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敢和代数大师比？代数大师的画挂进宫里的时候，他还不知在哪儿呢。唉，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错不错。哼，一个无名小卒能画出什么来？祥瑞，此乃祥瑞啊！
祥瑞出世，盛世将起啊！好了，完工。我可否拿走这500两？当然可以。那便多谢了。鲜花啊！这简直是鲜花啊！刚刚那位公子，莫不是采灵龟渡河的那位公子？1000两，我出1000两买这幅鲜花。此等鲜花1000两也想买到，我出3000两，5000两。是我有眼无珠，是我有眼无珠啊！连一张好纸都没给仙人用。快去库房，把柜子里那卷诚信堂纸拿出来！快去！找到那画鹿的青山客，找到那头九色鹿。公子，那只九色鹿真的从纸上飞了出来，飞走了？听说是。那还能找回来吗？他从画中出来，那想去哪儿便去哪儿吧。公子，那画上画的好像是我们。阴风兰香是阴司的人，障眼法赌博鬼差。公子，去开门吧。在下都城环麾下夜有雪，在下都城环麾下日有雪。见过这位小公子，请问你家公子可在？我家公子已等候多时，请进。见过公子，见过日夜有雪。两位前来可有要事？灵龟驮公子渡洛水，九色鹿又从画纸上飞了出来，这2件事前后不过几天。京城里已是传得沸沸扬扬，都城昏大人特意派我2人前来查询，有几句话想问公子，打扰了。都城昏掌管京城生死护旗，鬼怪要挟，配合一下也无妨。2位请问，灵龟渡河和那幅九色鹿的画，可是公子所为？是我。公子此番进京是路过还是专程而来？要在京城停留多久？路过，听闻京城繁华，便来转一转，看一看。停留多久还不确定。敢问公子，那灵龟可是公子的坐骑？九色鹿飞天之后，可还在公子身边？灵龟是赤河水族，与我不过是渡河之缘，并非坐骑。九色鹿从画中飞出之后，便不知去向，不在我身边。多谢公子如实相告。还有最后一件事，不知公子可方便告知姓名，在下也好回去向都城王大人禀报。季风，多谢季公子如实告知，我2人便告辞了。多有打扰，还望恕罪。无妨，你们也是依规矩办事。季风，青秦县出现厉鬼作祟，后被外来云游散修以敕令定住。此人姓季名风，道行深厚，然谦和守礼，事后不曾鞠躬，亦未索要酬饷。翠屏山白狐狐灵册封山神，
此事乃一云游之人季风向本官力推白狐，此人于翠屏山有功，于栖霞县有恩，特此呈报。青旗县用敕令定住厉鬼的是他，栖霞县的白狐狐灵册封为山神也有他，京城灵龟驼的，画出九色鹿的还是他。既然他到了京城，便请他来阴司见一面吧。是，大人。季公子，季公子，都城守王大人派我2人前来，请公子移步阴司一叙。还请日夜游巡带路。季公子，请。大人，季公子到了。季公子，久仰大名，快请进。见过都城侯大人。这是京城西山的野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但胜在清冽。季公子到京城已有几日，老夫本该早些尽地主之谊，只是年末案头琐事缠身，今日才得空，季公子见谅。城隍大人客气了。季公子，实不相瞒，请公子来坐坐。起因是这几日京城街面传得沸沸扬扬的那2件事。可老夫一番文书，还发现在此之前，公子的名字早就在老夫案头搁了大半年了。青城县的孔城隍今年春末呈来一份公文，说青山县出了厉鬼，幸得一位云游散修出手将其定住。文后特地补了一句，此人姓季名风，道行深厚，事后却不居功，也不所仇。西峡县裴城广的文牒来得晚些，说的是翠屏山白狐册封山神一事。裴城广在文末也补了一段，说此事全赖一位叫季风的云游之人力陈白狐，他才着手核查功德。孔城广还在文书末尾托了老夫一件事。他说公子在清溪县时曾问他周围可有什么名山大川，他回了灵剑山、通天江和赤河，说公子云游四海，若公子有一日路过京城，务必替他敬公子一杯茶。季公子，今日这杯茶一半是老夫敬的，一半是替孔城隍敬的。多谢都城隍大人，也替我谢谢孔城隍。孔城广近来可好？他很好，几个月前还来了份文条，说清溪县荆科有个举子叫苏文远，文章写得极好。府试拿了第1名，算算日子，应该已经到了京城。公子若得空，不妨去贡院附近转转，或许能碰上故人。多谢城隍大人告知。公子在京城若是遇到什么不便，只管到城隍庙来寻老夫。多谢都城隍大人，大人请留步。
知道，这是桃树为了感谢我浇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才给我的。从青城县到京城，我了整整3个月。出了青城县地界，我就卸退了王琦备好的马车。婉儿给的盘缠，我想省着花。这30两碎银是婉儿一点一点攒的，我1分钱都不能乱花。能走就走，能啃干粮就啃干粮。这桃子不是寻常的桃子，自从吃了它，我走多远的山路都不觉得累，脚底磨破的水泡第2天就结痂。连着赶3天路，眯2个时辰就能神清气爽。七公子院子里的东西，果然都不寻常。原来世界这么大，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也从未离婉儿这么远。客栈最便宜也要100万1晚。我不能住。苏阳，我和向个谁便借去豆腐借宿。一天只吃2顿饭，剩下的铜板买蜡烛，夜里就能多看1个时辰。苏秀，苏秀才，这边。季公子，真的是您？这是我住的柴房旁边是驴厩，味道是冲了点儿，还望公子莫嫌弃。走吧。去哪儿？故人见面，不得一起吃个饭？苏秀才，我家公子说了，今天带你去吃顿好的。多谢公子。季公子和离开青船县时有些不一样了，多了柄剑，多了个葫芦。客官几位？3位，要个雅间。劳烦让后厨烧1桶热水，送1套干净的衣服过来。好嘞，客官，您请。呀，苏秀才，你洗了个澡，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不错。多谢季公子，请坐。公子，我先吃，吃完了再说。好。公子，你怎么会在京城？闲逛，从青城县出来，去了灵剑山，又顺着赤河往东走，转了一圈，就到了京城。对了，公子，有件事得跟你说，你院子里那棵桃树结果了。他大概是觉得我浇水浇的勤，又不舍得让我空着手走，所以给了我1颗桃子。说来也神奇，我吃了那颗桃子，这一路上不管走多远都不觉得累。懂得知恩图报就好。苏秀才，你书看得怎么样了？该读的圣贤书早就读完了，该背的经义也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去墙根下，不过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春为举子众多，
但和几位早已名声在外的学子相比，苏某自认为不差。苏秀才，你要是考上了，是不是就能娶婉婉姐姐了？是，我发过誓，高中状元就用8抬大轿回去娶她。婉婉是个好姑娘，莫要辜负了她呀。公子放心，苏某一定不会辜负婉儿的。季公子，多谢款待。今日这顿饭，苏某吃得很好，还有些功课要温习，我就先回去了。等春闱结束了，我请公子吃宴席。好，去吧。苏秀才，等你的好消息。好，公子，灶王爷是谁？吃了糖嘴甜了，是不是就不说坏话了？是。公子，我们要不要也扫扫？还是要扫一扫的。这比捞八粥还好喝。初次入水不可贪深，老夫当年贪快，被暗流卷出数十里，差点撞死。亏于这一笔一画倒是写得认真，做了30年，腿都麻得站不起来，什么禅也没定住，倒是饿得头昏眼花。这些法门路数同，但修行本质相通，都是引天地灵气入体淬炼己身。归于的问题，我似乎看出端倪了。公子，刚刚楼下有几个人在聊天，说城外的净慈寺要办一个什么大会，好多人都要去看呢。净慈寺，哎，你们听说了吗？净慈寺要皈依佛门的那个魔头，几10天前和另一个魔头打了一架。两魔头打架？你从哪儿听说的？我听我表叔说的，他就在北边山里砍柴。说那天夜里，他正准备下山，忽然听到山里头传来打斗声。动静大得很，远处的山都塌了几座。他躲在石头后边，偷偷看了一眼。你们猜怎么着？2个魔头，一老一少，打的那是天昏地暗啊！一老一少？对，一老一少。老的什么样他没看清，只看清年轻的，大概13、14岁，手里握着一把刀。那把刀通体漆黑，刀身上冒着黑气，一刀劈下去，山石都裂开了。另一个魔头年纪大些，修行年头不短，居然打不过那个拿刀的年轻人，最后硬挨了一刀，逃了。少年，魔刀，这怎么听着像是说书先生编的故事？你怕不是在骗我们？谁骗了？我表叔亲眼看到的。他说那少年一刀劈出去，黑气翻涌，整片林子都在颤抖。那老魔头见势不妙，化作一股黑烟就往南边跑了。公子，他们说的那个少年，是不是江岩？是他。那逃了的那个，应该就是他要找的那个魔头。以为是放下屠刀皈依佛门，原来是打不过，寻求庇佑。季公子，公子今日出城是要去哪儿？听闻净慈寺召开皈依大典，过去看看。净慈寺就在洛水下游沿岸，公子若是走水路，比走官道快得多。老朽可以驮公子前往。一炷香的功夫便到，公子意下如何？公子放心，老朽这次小心些，不会让寻常人瞧见的。
众生皆有佛性，皆可度化。昔日佛陀于鹿野苑初转法轮，便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善恶咸愚，佛门广大，普度一切。狂霄，你可知罪？弟子知罪。你可知你从前所作所为皆是罪业？弟子知道。你可愿放下过往种种，皈依我佛，从此一心回善？弟子愿意。今日为你剃度，消去3000烦恼丝，断却万般尘缘业。从今往后，你便是我佛门弟子，法号毁名。